我居然穿越了，穿成了个连书都读不明白的废物，只因做不出诗被人嘲笑，就想离开调虎离山。虽然我也不会作诗，不过这里是历史上不存在的大夏朝，唐诗300首不是任我抄。快帮点啊！林雨淹死了！哎呀，这林雨就因为写不出诗，竟然跳河了！啊，这么想不开呀？雨儿，我的雨儿啊！儿啊！你快醒醒啊！娘不能没有你啊！雨儿，只要你能醒过来，爹重定养你，以后再也不让你读书了。雨儿，啊，这就是我的父母。雨儿，你吓死爹了！雨儿啊，咱以后不用做事了啊，咱好好做个农家汉子就好。林大哥、林大嫂，你们说的对呀。你们家林雨就是天生的农妇，就别幻想着让她飞上枝头变凤凰了。正好这乡里的诗会不是要开始了吗？我家兴财缺那半两的报名费，你们借给我半两银子。大刘婶，我家的钱是我们勒紧裤腰带生出来给雨儿的。哼，哎呀，你家林雨又没有读书成才的命，还留着这钱干嘛呀？我们家兴财那可是咱们白桥村最厉害的才子。等他参加乡比发达了，说不定还能提携你家儿子呢。这些年，爹娘为了我能多读几个字，低三下四的求刘兴才帮我。吃人手短，刘家仗着这些莫须有的小恩小惠，一直吸我家的血。这钱我们不给，咱们只是邻居，我们没有义务借给你。雨儿啊，今天得罪你刘婶，以后他儿子兴业发达了，不帮扶你可怎么办啊？啊，爹，娘。我何须他人相帮？不就是作诗吗？我也会，我以后一定让咱们家过上好日子。大夏朝崇尚诗文，一首好诗甚至能卖出上千两。这个时代没有李白、杜甫，我随便从唐诗宋词里抄几首出来，不就能名动天下、财源滚滚了吗？儿啊，你不会是冻糊涂了吧？你说你会作诗？娘，我没冻糊涂。以前啊，是我不争气，让你们跟着我受苦。我呀，打算去参加乡里诗会，第1名有10两银子的奖金呢。哎呀，儿子呀，这乡会可不是闹着玩的呀。那周边几个村子的学子都会参加。你以前书都不愿意读，现在去作诗，这能行吗？啊！不瞒爹娘，刚刚我突然就开窍了。我现在脑子里啊，思如泉涌。我一定会在这次比试中成功夺魁。那行，儿子，既然你想试，咱们就去试试。虽然是穿越过来，不过有这样的父母也不错。杨礼正，我来参加乡比。林雨，你平时大字都不识几个的，怎么也来凑热闹？这报名费交了可退不了，你要想清楚了。放心，林雨，听说你因为做不出诗都跳河了，居然还有勇气参加乡里的诗会，哼，真是浪费你爹给你攒的报名费。就是，真是不自量力，过来自取其辱呢。刘兴才，我呢不仅要参加，我还要在乡试夺魁。这太自信了！哎呀，林雨，我看你是脑子进水了吧？你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，居然还想诗会夺魁，拿那10两奖银，哼，简直白日做梦！这林雨怕不是疯了吧？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，还想得第一？就是他平常连本书都拿不完，能背出一首完整的诗都算他厉害，还想在诗会拿第一，真是笑掉大牙！新才，女儿就是想试试，你没必要这样嘲讽她吧？林叔，我只是实话实说，他有几斤几两，咱们大家心里都清楚，何必让他上来挑这个人呢？刘兴才，你不要门缝里看人，把人看扁了。我既然敢来参加乡比，我就有信心能拿下第一。哼，装模作样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行了，都别吵了。乡比原本就是谁都能参加的，我宣布乡比正式开始。哎，爹。
比试马上开始，各位学子依次上前作诗，我会给大家评出排名，排名前3的就有资格参加镇上的诗词大会，排名第1将会获得本次乡会的奖金10两银子。咱们乡今年抽到的题目是思乡，星彩，你先来吧。思乡的诗那可太多了。故乡明月照我心，梦里常常返旧乡。小巷青石留足印，炊烟袅袅叫儿郎。好诗啊！好诗啊！好诗！好诗！不愧是刘太子啊！星彩的诗啊，不错，不愧是7岁就能自己写诗的才子。下一个。不错不错，最后一位林宇。我倒要看看林宇这个废物能做出什么思乡的诗来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好诗，好诗啊！这真是好诗啊！这首诗简直是绝了！李白可是诗仙，静夜思又是千古思乡第1诗，拿下这小小乡比，岂不是轻而易举？如此精妙的语言，如此深远的意境，我从来没有听过如此好的思乡诗啊！哎，这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诗？林宇，你真是一鸣惊人啊！你这诗别说是在咱们这乡里，就是放到镇上、县里，甚至是州府，也是顶尖的存在呀！杨里正，真是谬赞了。杨里正，林宇平时连书都读不明白，今天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诗？这诗说不定是他偷来的。星彩哥说的有理，林宇平时连个诗都不会背，现在却突然做出这么好的诗，确实可疑。哎，星彩，你可不能乱说呀！我儿子一直都很努力的，这诗就是他自己做的。没错，我家雨儿啊，这是开窍了，诗是他自己写的。刘星彩，你说我的诗是偷的，那证据呢？你没有证据就在这诬陷我，空口白牙的，这是要坏了我的名声，还是毁我前程啊你？我暂时没有证据，但是这肯定有问题。刘星彩，你无凭无据的，不要瞎说。我读了大半辈子的诗，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诗。要是再有人无理取闹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各位学子，我宣布一下，本次诗魁夺锦的乡比已经结束。经过我的评判，夺得第1的是林宇。林宇赢了，这不是林宇第1，孩子的娘，你听见了吗？咱儿子是第1，是诗魁呀！哎，我听到了，我儿子有出息了，这么多年的苦怎么没有白受啊？林宇啊，这是10两赏银，你拿着。多谢杨里正。儿子，爹娘，你快看，10两银子，太好了，10两啊！林宇，你别得意，相比过后还有镇里的诗词大会呢。哼！哎，真好，真好。鸡汤来了！哇，哎呀，好香啊！哇，儿子，你今天可给爹长脸了。这是你娘特地给你炖的鸡汤，快趁热喝。爹娘，你们也喝。儿子，你吃，你在乡比上拿了第1，这可是咱家天大的喜事呀！娘看着你吃，娘开心呢啊！雨儿，以前家里穷，也没能让你好好读书，现在你开了窍，还得了乡比的诗魁，以后啊，
爹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读书。你爹说的对，好好读书，说不定将来还能读个状元回来呢。放心吧，爹娘，我以后啊一定好好读书。儿子现在会作诗了，不用爹娘去砸锅卖铁。我打算过2天写几首诗去镇上的书肆卖，这样咱们家就有钱了，也能改善生活。卖诗，那些大诗人的佳作确实能卖个好价钱。但你才刚开窍，去卖诗有那么多灵感吗？雨儿，咱们镇上那些人的眼光可刁钻着呢。你写的诗万一卖不出去，那不是白费功夫吗？放心吧，娘，只要我的诗好，镇上的书肆都会收的。我虽然现在没什么名气，但我对我的诗足够有自信。那行，既然你想试试，那爹就不拦你。不过不能因为卖诗耽误了读书，这读书才是正事啊！我心里有数。爹娘，快，你们多喝点汤补补。好，爹来，儿子给你盛。来，多喝点。好啊，我儿子懂事了。这鸡汤肯定香。儿子长大了，知道心疼爹娘了。雨儿，你也喝，来，咱们一块儿喝。好。这位才子，你是来买书啊，还是买诗啊？我找你们掌柜的卖诗。我就是这家店铺的钱掌柜。你要卖什么诗啊？小生不才啊，写了几首诗，不知道贵店有没有兴趣收购？你一个年轻书生能写出什么好诗啊？不过既然你来了，那我就瞧瞧吧。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细叶谁裁出？2月春风似剪刀。妙啊！没想到柳树和柳枝还能这么比喻，尤其是最后一句，简直是神来之笔啊！绝了！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好诗！这才是真正的好诗啊！小兄弟年纪不大，竟能写出如此佳作，真是才子啊！多谢掌柜的夸奖。你这些诗啊，都堪称佳作，我莫相拒，愿意收购。那掌柜的愿意出多少钱啊？价格好商量，就是不知道小兄弟准备怎么卖啊？这什么意思啊？这写了名字的和没写名字的价钱是不一样的。这写了名字的诗就是有主的物件，别人买回去啊，最多就是收藏。但没主的诗啊，用途可就多了。就拿这1年1度的诗魁夺锦来说，有些书生诗写得不好，会买一些没主的诗拿去参赛。所以小兄弟要是缺钱的话，不写名字的价钱更贵些。这样啊，那我写上名字卖。可以，那就按30两银子一首，这5首一共150两，如何？没想到一首诗都能卖30两，这可比参加比试赚的多多了。不过30两给的这么痛快，这些诗的卖价应该能再往上才对。老板，这价格会不会太低了呀？这些诗啊，可是费尽了我好多心血的，而且像这样的好诗，你也难得一遇吧？罢了，看在你这些诗确实有价值的份上，我就再给你加50两，一共200两，你看怎么样？那就感谢掌柜了。这是200两的银票，你收好了。小兄弟，这钱我可以给你再加，但是你能不能给我透透底？你那儿现在还有多少好诗啊？
掌柜的还想买啊？买自然是要买的哦。实不相瞒，实不相瞒，这镇上的诗词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学子们呢都在搜罗可以用来参考的好诗，我这不是也想多收点好诗，好做生意吗？原来是这样。我手上还有3首诗，不过这3首好诗嘛，都是山水田园风格，不知道钱掌柜感不感兴趣？感兴趣，当然感兴趣。山水田园诗有很大的市场，很多文人雅士都喜欢这类的诗。啊，那个，那我明天给你送来啊。好。哎呀，爹娘，我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我在镇上给你们买了2套新的成衣。哎呀，儿子呀，你买了这么多东西啊，咱家不富裕，可不能乱花钱。娘，我写的诗啊，卖出去了，卖了不少钱呢。你们二老啊，辛苦一辈子了，也该享享福了。这2件衣服就是我孝敬你们二老的开始。老婆子，这衣服啊，是儿子的一片小心，咱们就收着吧啊！我家雨儿真是出息了，娘穿上这衣服出门，那肯定面上比谁都有光啊！儿子，你的诗真的有人喜欢，愿意收啊？爹，买我诗的是墨香居的钱掌柜，他可喜欢我的诗了，明天啊还要我接着给他送呢。哎呦，这是好事啊，儿子，那你可一定要好好的给钱掌柜写诗啊，说不定你以后也是个大诗人呢，咱们林家就光宗耀祖了。放心吧，娘，我写的诗啊，钱掌柜他一定会喜欢，我也一定会努力赚钱，让你们过上更好的生活。咱们今晚呢，就吃顿肉，好好庆祝一下。好。掌柜，这3首诗怎么样啊？好。尤其是这归园田居啊，写的真是妙极了。林才子，你这诗水平可不低呀，这要是拿出去到镇上，肯定能在诗词圈子里引起不小的轰动啊。你这3首诗啊，我全收了，还是按之前的价格，1首40两，一共120两。钱掌柜，刚好120两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等等。钱掌柜还有什么事？我想和林才子再谈一笔生意。钱老板想和我谈什么生意啊？你给我的诗啊，个个都是精品。昨天那5首刚拿出来就被那些学子们抢空了，这可是个大商机啊！我想和林才子长期合作，往后每个月你都给墨香居供稿，如何？这给墨香居供稿吧，我倒是很乐意，只是不知道咱们这诗的数量和价格如何安排。好诗可遇不可求，林才子只要保证每个月都有新的好诗给我墨香居就行了。至于价钱，只要诗好，最低40两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可以。林才子爽快，我就知道我没看错人。有你这等诗才相助啊，以后我墨香居的生意肯定能更上一层楼了。林才子，你是昨天卖咏柳的林宇？我是林宇。你是？林才子，这位是咱们清平镇的第1大家，张家的公子张文远，他爹呀是咱们云华县的县令。你昨天拿出来那5首诗啊，张公子一个人就买了2首。原来是张公子啊，久仰大名，多谢张公子赏识。没想到你个乡下书生竟然能写出这么好的诗，咱们今天既然遇到了，那就择日不如撞日，本公子要买你的诗。哦，那张公子想要买什么样的诗？这
本公子想要有关思乡的诗。听说这次镇上诗词比试的考题是思乡，看来这位张公子是想买我的诗去参赛。张公子想出多少钱买诗啊？价钱不是问题，只要你的诗能入本公子的眼，我可以给你200两。镇上的诗词比赛奖金只有50两，这卖诗可比参加比赛划算多了。张公子出手阔绰，李某自然是没有理由拒绝，只是不知道张公子想什么时候要诗啊？林才子果然豪爽，我这个人不喜欢拖泥带水，咱们今天既然遇到了，不如你就直接写出来吧，也好让本公子看看你的能耐，怎么样？哼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，林某就献丑了。钱掌柜，拿笔墨纸砚来。钱掌柜，这林公子怎么光走来走去，还不动笔写啊？张公子，这叫构思。那好诗啊，可不是提笔就能写出来的。林才子啊，这是在心中酝酿词句呢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，是本公子不懂这其中的门道了。可是他得构思多久啊？本公子可没那么多时间干等着。别着急啊，张公子，这好诗啊是需要慢慢磨的，先把期待值拉到最高，买家才觉得这钱花的值。只要你能写出好诗，让本公子等到天黑也行。放心，不会让张公子等那么久的。哎，有了！哎，客路青山外，行舟绿水闲。潮平两岸阔，风正一帆悬。海日生残夜，江春入旧年。乡书何处达？归雁洛阳边。好，真是好啊！写的真是大气磅礴呀，妙啊！乡书何处达？归雁洛阳边。乡书归雁，不错不错，看了就是首好的思乡诗。张公子，这诗不止看着好啊，这是真的好啊！这诗的每一句都有流传千古的品质啊！那我能在这次诗词比赛中得第一吗？当然可以。这诗啊，不仅在镇上能得第一，就算是拿到县里和州府上，也是可以得第一的。钱掌柜，你学识渊博又见多识广，你说这诗好，那这诗肯定是好诗。林才子，诗乃大才。两位啊，实在是过誉了。林某啊，不过是把心中所想写了下来。张公子对这首诗可还满意啊？满意啊！有了这首诗，我一定能在这次诗魁夺锦中拔得头筹，给我爹长脸。哎，这是200两一票，现在是你的了。哦，这张公子买诗去参赛，若真得了奖，日后怕是会有更多人找我买诗作弊。这样虽然能挣钱，但是我的名声就坏了。不过张公子，给人代笔这种事儿传出去吧，对你我影响都不好。你看，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本公子还想靠这首诗给本公子长脸呢，自然不会说这代笔之事。两位放心，你们一位是我墨香居的供稿人，一位是我墨香居最大的买主，我一定不会乱说的。林才子，本公子就喜欢和你这样的人打交道。等3天后，本公子在镇上夺魁，定不会亏待你。那就预祝张公子在诗魁夺锦中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哎呦，林宇，哎呦，等等我呀！李正，你这么着急，找我是有什么急事吗？那镇里的诗魁夺锦，你怎么没参加呀？哎呀，这不家里没柴了吗？我呀去山上砍了点柴。这镇里的诗魁夺锦都结束了，你还有闲工夫去砍柴？这诗魁夺锦呢，可是崭露头角的好机会，
一旦脱颖而出，你的前程呢是一片大好啊！李正啊，我知道呢，这诗魁夺锦重要，但是家里爹娘年纪大了，这柴米油盐的事儿总要有一个人干吧。而且，我觉得呢，是金子总会发光。我林某想出人头地，又不是只有诗魁夺锦这一条路。哎呦，可惜哟，好可惜啊！你这么好的才华哟！哎，对了，李正，咱镇上的比试结果如何呀？哦，镇上的张公子拿了个第一，咱们村的刘星才得了个第二。那张公子的诗啊，写得真好啊！我以前见他的诗是一塌糊涂，怎么突然写得这么好啊？啊！海日生残夜，江春入旧年。这气象，这格局，这意境，那叫一个绝呀！确实是首好诗啊。这张公子的诗一出啊，全场学子啊就没有一个比得上的。你要参加就好了，你一定能写出好诗，说不定啊，还可以再拿一个诗魁的名号喽。李正啊，谬赞，我哪有那么厉害啊？我没有谬赞呐，你那首《静夜思》，我经常拿到镇上和行家呀，没少唠叨。他们听了以后啊，个个是赞不绝口哟。既然已经错过了，那就下次再说吧。我相信啊，真正的才气绝不着急在这一时展露。你这个心性呐，还真是难得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半个月以后啊，就是县里的诗魁夺锦就开始了。我在县里啊还有些名望，我可以推荐你参加。你要是能在县里夺魁，不仅能得到100两，运气好的话就可以直接跳过乡试，得个举人。这次啊可千万别错过了。李正，谢谢你啊，你还为我出谋划策这些，我李某甚是感谢。你放心，我定当全力以赴，不辜负你的期待。我知道你这孩子就是有志向，好好准备，到时候在县里啊大放异彩。好。哟，这不是咱们村的大才子林宇吗？今天的诗魁夺锦怎么没去啊？肯定是认怂了呗。他这个书都不会读的废物，肯定是怕在镇上丢人现眼。刘星才啊，你别无理取闹啊！林宇是为了照顾家里才没去镇上的，他的孝心呢比你们强100倍。哎，他的《静夜思》你们见过吧？那个精妙绝伦的语句，那不是一般人写得出来的。杨李正，你就别护着他了，什么孝心不孝心的，我看他就是没胆子去。至于那首《静夜思》嘛，也不知道是从哪偷来的，在乡里得了诗魁，纯粹是他瞎猫碰上死耗子。哎，我说刘星才啊，在乡试的时候你就说我诗是偷来的，现在又在这信口雌黄，你不会是嫉妒我吧？我嫉妒你？我堂堂才子刘星才才华横溢，我会嫉妒你这个废物？够了，刘星才，我已打算推荐林宇参加县里的诗魁夺锦，你要是不服气的话，到时在县里比上一比，看看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大才子。参加县比？就他？哼，他要是能在县比上赢了我以后见了他绕着走，而且我还给他跪下磕头认错。哎，刘星才，这可是你说的。哎呀，我林某接下了，县比的时候定让你心服口服。口气还不小，就怕你像今天一样找个借口当缩头乌龟。刘星才，我林某行得正坐得端，我答应你的事情我就绝不退缩。哎呀，倒是你啊，别县比的时候一败涂地，丢了我们村的脸。你不要在这里逞什么口舌之快，咱们县比上见。兄弟们，走。切，林宇啊，他们说的话呀，你可别往心里去。他们呢是嫉妒你，想激怒你，让你呀乱了阵脚。哎，这一次可是整个县的优秀学子呀都会参加的，你好好准备准备啊。放心吧，李正，我呀才不会比他们差呢，我一定好好努力，绝不辜负你的期待。
啊，这不是镇上夺魁的张公子吗？县长大人和张公子怎么到我们这个小地方来了？哼！哦，县长大人，张公子好，是什么风把2位贵人给吹来了？本官这次过来啊，是来找你们村一个叫林雨的。啊？爹，他就是卖诗给我的林雨。你就是将次北固山下卖给文远的林雨？正是我。次北固山下，那不是张公子在镇上夺魁的那首诗吗？哎，次北固山下是你的？也不能说完全是我的吧。哎呦，虽说卖诗参赛这种事不算新鲜，可往大了说啊，那可是欺君之罪呀！你卖诗也就算了，你卖给张公子，县令大人今天一定是来兴师问罪来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哎呀，没事儿没事儿。你们2人在嘀咕什么呢？你们2人嘀咕什么呢？回禀县令，杨礼正只是在担心草民，怕小民一时糊涂犯下错误，并没有其他的意思。这诗魁夺锦是从皇城传下来的盛世规矩，目的就是为了给大夏选拔人才和佳作的。你将诗卖给参赛者，这可是欺君之罪，你就不怕本官治你的罪吗？哎呦，县令大人呐，我们乡里这么多年才出了一个才子啊，他做的诗句句绝妙，这卖诗也是被生活所迫，求大人饶过他一次啊！县令大人，我们大夏的律令从来没有规定过诗文不能进行买卖。草民卖诗，张公子买诗，这本就是一桩平平无奇的交易。还有啊，诗魁夺锦也从来没有规定说不能用买来的诗啊。好一个伶牙俐齿的小子，竟敢在本官面前强词夺理！你就不怕本官责罚于你吗？县令不会责罚于我，如果县令真的要责罚于我，也不会亲自前来，直接差衙役把我拿下就是。没错，你小子倒是有点胆识和担当。本官过来确实不是兴师问罪的，我就是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写出这般佳作呀。这50两是镇上诗魁夺锦的奖金，既然诗是你写的，那这奖金本应该就是你的，收下吧。这林才子，我爹说的对，这50两是你应得的。这50两是我之前答应给你的谢礼，这些都是你的。既然县令大人和张公子这么说了，这钱呢，你就收着吧。啊，那就多谢县令。爹，你是怎么发现那些诗不是我写的？你是我的儿子，你什么德行我还能不知道？你若是能写出如此佳作，那咱们家就祖坟冒青烟了。那首次北固山下，文采斐然，意境深远，那岂是你能写出来的？林雨啊，你可是千百年难遇的写诗天才啊！哎呀，不能被这小小的乡镇给埋没了，所以本官下令更改夺魁的人选。既然这夺魁的诗是你写的，那这夺魁的人也应该是你呀！哎呦，犬子啊，只是替你参赛而已。哎呀，那这样的话，那林雨岂不是得了乡镇2个第一？哎呦，我们白桥村呢，可出了一个大才了！多谢县令赏识，林某感激不尽，日后定当更加努力创作。有县令给我做背书，我这才子名声很快就会传遍整个县城，到时候我就能把诗卖出更高的价钱了。各位买家，各位贵客，我这真没有林大才子的诗了。前几日刚到的那几首早就被抢购一空了，你们别急了。哎呀，钱掌柜呀，您今天可不能偏心啊！我醉香楼可是您这儿的老主顾了。哎呀，你要是有好事，不得紧着我这边先来吗？我的姑娘可等着林大才子的诗接待客人呢。钱掌柜，我出双倍的价格，你给我留一首诗。
我出3倍。钱掌柜，你卖给我，我要为林大才子的诗一掷千金。各位，林才子来了！林才子，林才子，哎，不敢当。林大才子，你终于来了！今天呀，要多卖给我几首诗，要不然我这生意就没法做了。各位放心啊，我今天呢带了诗来，而且保证不会让大家失望。好。林大才子，你的诗应该先卖给我墨香居的呀。哎，钱掌柜，你放心啊，这次呢，我想了一个办法，保证不会让你亏本，而且啊，还会让你的墨香居名声大振。什么想法？拍卖。林才子，你刚说的拍卖是什么东西啊？各位，我林某呢非常荣幸能获得大家的喜爱与支持，但我今日只带了2首诗来，如果以正常的方式销售啊，恐怕很多人都要遗憾而归了。这拍卖啊，就是价高者得，大家觉得如何？出价高者得，哎，这是个好主意，我赞成。那就麻烦我们的钱掌柜给大家拿诗读诗了。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妙啊！好诗啊！这首诗啊是写给姑娘，形容姑娘呢如云霞般美丽，风姿绰约，宛如啊仙子下凡。这诗好啊，读来让人如痴如醉啊。刚好，我醉香楼的姑娘不就是仙女吗？这诗呀，适合我醉香楼。哎，林大才子，这诗您开价多少呀？这首《清平调》起拍价50两，竞拍开始。我出55两。这诗要是能挂在我们醉香楼，那我们的生意呀，肯定红红火火，这姑娘们呀，也能更有面儿。我出60两。我出65两。 70两。我家老爷呀，最喜欢这种诗了。80两。我出100两。 100两？100两？100两一次，100两第2次，100两3次，成交。《清平调》这首诗就属于这位买家了。恭喜恭喜，您真是有眼光啊！这，我还正在想着加多少钱，加不加钱，这就卖给他了。哎，拍卖啊，它就是这样，机会啊转瞬即逝，最害怕的就是一犹豫，东西啊就是其他人的了。哎呀，不过没关系啊，我还带了一首《水调歌头》，说不定更适合您呢。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这词好呀，这词呀适合我们醉香楼。要是能把它编成曲儿，让我们醉香楼的姑娘把它唱出来，那还不得把那些客人的魂儿全都勾走呀？哎，林大才子，这词您开价多少呀？这首《水调歌头》呀，起拍价80两，竞拍开始。啊，林才子，这起价是不是太高了？放心了，钱老板，狼多肉少，这起拍价一点都不高。我出100两，这首诗我要定了。这么好的词，你一个老鸨买去做甚？我出110两。哇！你们谁都别跟我抢，我出120两。我买这词咋就没用了？你们这一个个的，哪一个不去我醉香楼听曲儿呀？你这词啊，我要定了150两。哎，150两。林才子，这价格涨得真快，你真是厉害啊！只要这诗词好啊，这价格还能再往上涨。我出160两。160两。我出180两。我出200两。这首诗我醉香楼要定了。这老鸨也太狠了，加那么高的价，看来我们是没有机会了。这么好的词，
竟被他抢了先。是啊，200两一次，200两第2次，200两3次，成交。恭喜啊，这水稻割头就属于你们醉香楼了。你们醉香楼啊，这次可要名声大噪喽！借林大才子吉言，以后呀，我这醉香楼就是清平镇的第1楼了。林大才子，你以后还卖诗吗？我想买你的诗。我们也买，我们也要，我们都想要。我们都想买。放心啊，这诗呢，我以后肯定会做，但能不能买到，就看你们各凭本事了。林公子真乃神人也！今日那诗词拍卖价格一路飙升，简直超乎想象。我钱某人做生意这么多年呢，从来没见过如此这般热闹又赚钱的场面。钱老板过誉了，这诗词啊，它本就有其独特的价值，我呢，只是以最合适的方式将它呈现出来了。这做生意啊，最讲究的就是抓住时机，还有人心。对了，钱掌柜，今天呢，占用了你的场地，耽误你做生意，这100两就当是我对你的补偿。哎呀，林才子你还真是重情重义啊！钱某人做生意这么多年，第一次见你如此才华横溢又讲义气的人。林才子，咱们能不能再谈一谈拍卖会的生意？哦，钱掌柜对拍卖会感兴趣啊？我是个生意人，肯定还想再分一杯羹。而且啊，我钱某人在这镇上也算有点根基和人脉，再加上我这墨香居环境优雅，空间宽敞，用来举办拍卖会啊，再合适不过了。钱掌柜啊，果然是聪明人。这环境啊和人脉，的确是拍卖会最重要的因素之一。我们合作可以。钱掌柜想怎么分成呢？那4-6，我4你6，如何？3-7，我3你7。我在镇上还没有什么根基，如果抽成太多，让别人赚不到钱，合作很容易崩盘，不如让利出去收买人心。要不2-8？钱掌柜啊，咱们合作讲究的是互惠互利，这分成啊，依我看，不如就5-5分吧。啊，5-5分？这是真的吗？林才子还真是大气啊！我原本还以为……嗨，钱掌柜，不过这拍卖会啊，我只负责提供诗文，至于拍卖会的其他细节，就交给钱掌柜了，如何？愿意，当然愿意。林公子放心，就算是为了赚钱，我钱某人也一定会全力以赴的。哎，有钱掌柜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对了，听说林才子要参加县里的石魁夺锦，我也帮不上什么忙，那我就祝2天后林才子能够一举夺魁吧。到时候咱们的拍卖会啊，也能跟着名气更大一点。放心，小生我一定全力以赴。林宇，过来，快过来！哎，县令大人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可是专程来等你的。今天的石魁夺锦非同小可，就连永宁公主都亲临咱们这个小小的县城，你可要好好表现呐！这要是得到公主的赏识，那你这飞黄腾达可就指日可待了。多谢县令大人提醒，学生定当全力以赴。来，快进去。林宇，没想到你还真敢来呀！不过看你这身行头，你是来做杂役的吧？我穿什么并不影响我作诗，倒是你刘星才，准备好给小爷我磕头认错了吗？林宇，你不要太得意，这里可不是白桥村那种小地方，这里可是全县才子都在的地方。你以为你还能再凭狗屎运拿下今天的魁首吗？拿不拿魁首我不敢说，但是赢你啊倒是小菜一碟。你就等着给我磕头认错吧。你狂妄之极！林宇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今天就让你死在这县笔上。好啊，那就
拭目以待。永宁公主驾到！参见永宁公主。参见永宁公主。不必多礼。今日施魁夺锦，本宫希望看到的是你们的真才实学，而非这些虚礼。没想到这次献品居然是公主坐镇。对呀，我若是拿下魁首，得了公主赏识，那日后岂不是平步青云？说得对，说得对。公主还如此貌美，若是娶了她，我还能做皇亲。哼。那个人倒是不一样。各位学子，今日的施魁夺锦由公主亲自出题审看，夺魁者有100两白银的奖银。哇！各位学子，大家一定要打起12分的精神，好好作诗。是。今日本宫既然来了，那赏金就不止这些。除了刚刚说的100两，本宫还另外赏赐黄金100两。哇，100两！天哪，黄金100两！这要是能得到，这辈子吃喝不愁啊！好了，大家安静。既然公主的奖金如此丰厚，大家就赶紧抓紧时间落座，好好作诗。本宫喜欢月亮，各位考生就以月亮为题作诗一首，作诗时间为1炷香。各位可以开始动笔了。唐诗宋词里描写月亮的诗有很多，写哪个好呢？哼，写个诗都能被难住。林宇这个废物，前2次夺魁，果然是走了狗屎运。这次黄金和白银都是我的了。哼！啊，有了。唉，李白的月下独酌，意境超凡，情感动人，肯定能惊艳众人。怎么可能？他怎么这么快就写完了？哎呦，公主大人，我肚子突然好痛，想吃趟茅房。哎呀，既然如此，快速去速回，莫耽误了比试。这是想偷师？那我就将计就计，我都要看看你们能搞出什么花来。哎呀，公主大人，我的肚子也不舒服，想上茅房。快去，快去！公主，他们许是吃坏了肚子，您不要介意。时间到，各位学子停笔，请把手里的诗作交给我。怎么样？看到他写什么了吗？看到了，看得可清楚了。林宇写的是可好了，那意境，那文采简直绝了。他写了什么？背给我听。县令大人，学生林宇作诗一首。好诗啊！这好的东西啊，得放在最后。公主，这是各位学子的诗作，请您过目。你们都站好了。这些诗都太过平庸，
缺乏新意和深度，无趣。本宫本以为这次诗赛会有一些才情出众之辈，唉，没想到竟如此令人失望。公主，您再仔细看看，说不定下面有您喜欢的诗词呢。也罢，我再看看吧。哎，好。啊！月下独酌。公主，这诗不错哎，意境清幽，情感真挚，是个佳作。新才哥，月下独酌好像是林雨的诗。怎么好像？那就是林雨的诗。该死的，林雨什么时候这么会作诗了？真是可恶！你们两个待会儿配合我，我要让林雨永远翻不了身。你们谁是林雨啊？启禀公主，在下林雨。原来是他。林雨，你的诗写得甚好，本宫甚是喜欢。本宫宣布，本次诗魁夺锦的魁首就是林雨了。本宫宣布，本次诗魁夺锦的魁首就是林雨了。你去把黄金取来。是。公主且慢，学生刘新才要告发林雨抄袭，这是欺君之罪，请公主明鉴。这个林雨胆子真大呀！是啊，居然敢抄袭，这可是死罪啊！真是人为财死啊！刘星才，你说林雨抄袭，你可有证据？刘星才，随意诬陷别人可是重罪啊！公主、县令大人，学生自然有证据，因为林雨这首《月下独酌》就是学生在家写的。我和林雨是同乡，就在一个书院读书。之前就看到他在我的座位上鬼鬼祟祟的，但是当时我并没有在意。现在想来，他就是在偷看我的诗啊！这诗原来是偷的呀！公主，这林雨平日里就不学无术，还被学院钦退过，根本就写不出来这么好的诗，他一定是抄的。我保证，这首《月下独酌》我在星才兄家见过。如若公主不信，可让星才兄当场背出。唉，这个刘星才，给你机会你都不中用，居然想出个这么蹩脚的理由污蔑我，低级！唉，那你背吧。花间一壶酒，独酌无相亲。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。公主，您可以对照一下，看看学生所背的是否和诗一致。确实一模一样。林雨，你可有话说？刘星才啊，我抄你，你当你是李白啊？李白是谁？林雨，你不要狡辩了，事实已摆在眼前，公主和县令大人都在，你还想抵赖不成？公主，臣以官职保证，这林雨绝对不是抄袭之人。新才哥，县令大人怎么给林雨做起保来了？公主，这林雨才华横溢，这之前又连续赢得乡镇2个魁首，而且在清平镇又卖出了无数的绝世好词，难道说这些诗词都是他抄袭的不成？公主您若不信，可以让林雨当场作诗。林雨，既然县令也为你求情，那你就再做一首诗，正好也让在座的各位看看你的才情。公主，那小生不才，便再吟诵几句词。春江潮水连海平，海上明月共潮生。滟滟随波千万里，何处春江无月明？江畔何人初见月？江月何年初照人？人生代代无穷已，江月年年望相似。好，妙！
居然还会做这种事！怎么，刘星才，这手也是抄你的？哎，刘星才，这首啊是一首长诗，要不你再给公主殿下背一下吧？公主，小生还要继续吗？不用了，我相信你的文采。刘星才的诗我方才也看了，虽然有几分文采，但却缺乏新意。你不一样，你字字出新，句句出巧，每一首诗都是独一无二的旷世佳作。公主谬赞了，快去取赏金来。是。公主，微臣想起来了，这两位啊，与刘星才相交甚好，他们在作诗期间多次以肚子疼为由出去了，而且这林雨在后面坐着，想必啊，肯定是他们两个看了林雨的诗，告诉刘星才的。你们二人可有此事？公主饶命啊！我们也是一时鬼迷心窍，我们不是故意陷害林雨的。求公主饶命，都是这刘星才蛊惑我们，才做出这样错事的。真是大胆，居然敢在本宫眼皮子底下行这种事！来人，把这三人给我拿下！不，公主饶命啊！我只是跟他开个玩笑，没有要害他的意思。开玩笑？刘星才，你当本宫是3岁顽童吗？你构陷林雨抄袭，只是想要他的命，你把害人性命的事情当作开玩笑。不，公主别这样，我真的只是跟他开个玩笑，只是想捉弄他一下呀，公主。林雨，你是苦主，你说怎么办吧？启禀公主，这个刘星才啊，仗着自己肚子里有几滴墨水，仗势欺人。这次啊，又是当着您跟县令的面颠倒黑白，他这就是蓄谋已久，想要置我于死地。这种人简直就是一个毒瘤。公主，我不为我自己，我想为整个大夏讨一份公道。如若今日不严惩此人，那以后就会有更多心怀鬼胎的人效仿，到时候我们整个大夏诗坛都会被搞得乌烟瘴气。林雨说的对，本宫绝对不会让这种风气盛行。来人，把他们3人拉下去，各打30大板，永远不许参加科举。公主饶命啊！饶命啊！等等，林雨，你是对本宫的处罚不满吗？启禀公主，小生并不是对公主的判罚不满，只是想让这刘星才啊履行他的承诺。林雨，你不要太过分了！什么承诺？这刘星才与小生比试之前打赌，他若是输于我，便给我磕头认错。林雨，你不要太过分！我都要挨30大板了，你还让我给你磕头认错？你不要太过分！刘星才啊，让你磕头认错是因为你比试输给了我，而公主先令惩罚你呢，是因为你心思歹毒，想要害人。刘星才啊，刘星才，你也自诩是个读书人啊，怎么连这点诚信也没有吗？刘星才，林雨说的没错，既然你立下了赌约，就应该信守承诺。如果你想耍赖的话，本宫也不介意再多罚你几十大板。林雨，我错了，我不该狗眼看人低，我也不应该联合其他人偷你的诗，我不该诬陷你，我错了，你饶了我吧，我给你磕头认错了。哎，刘星才，希望你能长个教训，以后别再仗势欺人了。是，把他们带下去。林雨，你是一个既有才华又有骨气的读书人，今天的表现本宫很满意，
这是本宫答应的赏金，你收下吧。那小生在此笑纳了。这块玉佩你也收着，当是本宫给你的信物。以后遇到什么事情，尽管拿着它来找本宫。比试前没有说玉佩啊，这玉佩质地极好，应该是公主的贴身之物。难不成公主她对我有别的心思？收了公主的玉佩，还不赶紧谢恩？啊，都免了。林雨，你不仅才华出众，而且今日的表现更显男儿本色。本宫欣赏的就是你这份不羁和真诚。公主，过誉了。林雨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，能获得公主的青睐，乃是林雨之幸。本宫宣布，今日诗比就此结束。小桃，咱们走。哎，县令大人，林雨，本官就知道你一定能夺魁。你在这儿等着，我把那100两银两给你换成银票。那就劳烦县令大人了。江畔何人初见月？江月何年初照人？公主，皇上说要今年的世魁夺锦中为您选驸马，您不会是看上林公子了吧？你这小丫头，胡说什么呢？有这么明显吗？公主，你的嘴角都裂到耳根子了，还一直念叨着林公子的诗，活脱脱一个少女怀春的样子，这不是看上的是什么呀？就你眼尖。不过林雨她确实不一样，她写的诗既有文采又有深度，而且她面对本宫时不卑不亢，那份真诚和骨气甚是难得。公主，这就被迷得神魂颠倒了。这林公子说好听点儿是个读书人，说难听点儿是个乡野农户，他这样的身份怎么能配得上公主您这样的贵人呢？他有文采，必会大有作为。对，我知道这林公子以后会大有前途，可他现在身份摆在那儿呢，皇上不满意怎么办呢？这有何难？他在县里比赛得了第1，本就可以直接越过乡试，直接成为举人。本宫这就去想办法给他这个功名。哼，这个县比来的迟啊，居然赚了这么多钱。林兄，恭喜又得一魁首呀！文远兄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听说这次诗比林宇兄大放异彩，就连公主都赞不绝口。我啊是来这里特地给你道喜的。嗨，文远兄客气了，我呀只不过是运气好。林兄不要谦虚了，我爹和公主夸你的诗好，你的诗肯定好。我爹说了，你是个有才华、能成大事的人，让我和你多学习。从今天起，我们就是好兄弟了。你也别叫我张公子，叫我文远就行。这能与文远兄结为兄弟啊，我林宇求之不得。哎，林兄，这夺魁可是大喜事啊，咱们要不要去醉香楼庆祝庆祝？醉香楼？文远兄今日邀请我来这醉香楼，是为何意啊？林兄前段时间不是卖给醉香楼一首诗吗？听说醉香楼已经编成了舞曲，说是要今天表演的。咱们今天刚好一睹为快。哦，还有这事儿，那我可要好好看看了。人美舞美，曲更美。这醉香楼的老鸨是个有眼光的，知道这诗的妙处，才能编出这么好的舞曲。哦，对了，林兄，我今天来是有件事想跟你商量。什么事？但说无妨。哎呀，这不是林大公子和张公子吗？恭喜林大诗人献笔夺魁。张公子、林公子，您可是我们醉香楼的稀客呀，也是贵客。您这一来，我们醉香楼蓬荜生辉呀。姐姐客气了呀，小生我呀，
不过就是侥幸获得了一届魁首罢了。哎，林兄，你就别谦虚了，你那才华我们可是有目共睹的。这榜首要是能侥幸得，我也想侥幸得个榜首。张公子这话说的在理，林大公子，您的文采呀，可是旁人想学都学不来的。两位公子，这水调歌头的舞曲可还入眼呢？满意啊，非常满意。本公子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好的舞曲。这都是林大诗人的诗写得好，我们只是借花献佛罢了。姑娘们，快来快来，来给林大诗人和张公子斟酒呀！好好感谢感谢我们林大诗人。林大诗人，多亏了您的诗，才让我们姐妹有了如此美妙的舞蹈可跳。这杯薄酒，您可莫要嫌弃啊！是啊，林大诗人，您以后得多写诗，这样我们就有更好看的舞蹈了。姑娘们客气了，姑娘们的舞蹈这么美，林某怎么会嫌弃呢？你们放心啊，只要林某有时间，一定给你们写新的舞曲。林兄，你这魅力可真是无人能及啊！张公子，你这话说的太对了，姑娘们一定要把林大诗人和张公子陪好了。姑娘们陪好了。林大诗人，这桃花酿可是我们醉香楼的招牌，今天你可要多喝几杯，可不要辜负了我们姐妹的心意呀。姑娘们，我就不喝了，林某属实是不胜酒力啊。林大诗人，您就再喝一杯嘛，姐妹们难得有这样的机会给你敬酒，您要是不喝，再来那就伤了我们的心了。不，林雨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你是什么人啊？没看到我们正和林大诗人喝酒吗？在这里捣什么乱？林雨，我家公主为了你的功名跑前跑后，你在这青楼花天酒地。公主，公主啊，事情不是你看到的这样子啊，你别误会啊！误会？本宫亲眼看到你与这些女子亲近，还能有假？本宫真是瞎了眼，看错了你。亏我还以为你是个正人君子，还为你忙前忙后。公主，我跟文远兄来这酒楼，只是为了庆祝夺魁，单纯来欣赏舞曲。欣赏舞曲？什么地方不能欣赏舞曲，偏要来这青楼？公主，林兄所言句句属实。公主，林兄所言句句属实。林兄前段时间卖给醉香楼一首诗，听说这首诗被编成了舞曲。我和林兄今天来，只是看这首诗的呈现效果，绝无他意。真的？真的，公主，是我前几日在林大诗人那儿买了一首好诗，我今天就是为了答谢林大公子，才让姑娘们敬林大公子喝酒的。是啊，公主，我们姐妹真的只是想向林大诗人表示感谢，真的没有其他意思啊。公主啊，我跟文远兄来啊，真的只是来庆祝夺魁，顺便欣赏一下醉香楼的舞曲。既然公主来的话，那就一起入座，同我们一起欣赏一下舞曲吧。那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先不追究了。不过舞曲就不用了，你们先下去吧。是，你们俩也坐下。公主怎么会来这翠香楼啊？当然是来找你的。你在县比上夺魁，是个难得的人才。本公主决定让你直接通过乡试成为举人，明天相关文书就会送到你家里去。公主可真是大手笔啊！林兄，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！公主厚爱，林某感激不尽。我不是说了吗？不用行礼了。你们刚刚说要庆祝夺魁，要不跟我一起庆祝？公主愿意跟我们一起庆祝，是我们的荣幸。我们自然是求之不得的。那个文远啊，你刚不是说有要事与我商量吗？什么事啊？哦，对了，林兄，我来是想跟你谈桩生意。我这个人虽然读书不上道，但我对做生意感兴趣啊。你前段时间在墨香居搞的那个诗词拍卖，我看就有很大的商机。我想跟林兄合作搞这个诗词拍卖。拍卖啊，确实很挣钱，但这笔生意啊，我已经交给墨香居的钱老板了。很抱歉，不能与文远兄合作了。这真是太可惜了。我原本想着和林兄合作一下，干出一番大事业，
在诗词生意上做出一片天地呢。哎，真可惜，就晚了一步。在诗词生意场上闯出一片天地。我现在的钱都是靠比赛或卖诗赚的，但两种赚钱方法都不是什么长久之计。想赚大钱，还是得开个自己的店，让钱生钱才行。没想到林雨竟然还懂经商。文远兄啊，虽然呢拍卖的事情不能合作，但还有一个新的生意，不知道文远兄感不感兴趣啊？感兴趣啊，当然感兴趣啊！林兄快说，只要是有机会赚钱，我张文远绝不含糊。我呀，想开一家诗刊。诗刊是什么？简单来讲，它就是一个专门收集诗词的书册。要创办诗刊啊，我们需要定期的收集大量的诗文，把它收集起来，印刷成册，然后售卖给喜爱诗文的人。这听起来跟书店里卖的诗集没太大区别啊。是有些相似，但还是有不同的。你看啊，诗集呢，大多数都是一些优秀的文人的作品合集，它内容固定，大多数人啊，他早就看腻了。而我们诗刊啊，是广泛的收集各类不同的诗词，无论是成功的文人也好，初出茅庐的新手也罢，只要你的作品优秀，就有机会上刊。然后呢，我们还会定期出版，让读者们可以源源不断的看到新的优秀的诗词。本宫觉得诗刊这个想法不错，我们大夏人喜欢读诗，但却经常苦于没有新的诗。这诗刊不就是一个源源不断提供新诗的诗集吗？这么听起来，这诗刊可比诗集有趣多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岂不是要找很多文人来写诗？哎，小桃，不用，我们呢只需要做好前期的宣传就好，如找人贴告示也好，找人到处宣传也罢，只要我们的名声打出去啊，那些文人可是知道这是个扬名立万的好机会，便会源源不断的来向我们投稿。林兄说的真是太对了，这诗刊要是办起来，我也能出名，给我爹长脸啊。我觉得诗刊这真是个绝妙的点子，本宫很感兴趣，本宫决定留在这里，看你们把这个诗刊慢慢办起来。林公子，这收集诗词、印刷出版可要不少本钱呢，你有那么多钱吗？而且这要是卖不出去，这不就亏大了吗？钱的问题有什么可担心的？本公子有钱。再说了，做生意亏钱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亏了就亏了，本公子兜底。本宫也有钱，本宫也要办诗刊。公主，哎，小桃啊，这要是在别处啊，咱们诗刊亏的可能性极大，但在崇尚诗文的大夏国，只要咱们诗刊内容做得好，就不愁没有销量。林兄，那咱们是不是还得有一间自己的铺子啊？咱们确实是需要一间铺子来打出自己的名号。铺子的事情交给我就行了，我早就看上一个铺子，地段很好，就在城里最热闹的文墨街。我们要是把诗刊铺子开在这个地方，那不就是如鱼得水吗？还愁没有客源吗？那铺子的事情就交给文远兄了。本宫手底下人多，本宫可以帮忙宣传宣传。好啊，有了公主的宣传啊，那咱们的诗刊啊还没开卖，名气啊就肯定能传出一大截。那可不是，本宫可是大夏的公主，皇帝的女儿，只要本宫一句话，那宫里宫外的人不都得竖着耳朵听？到时候等诗刊开卖了，我就让那些什么皇家贵族人手一本。那宣传的事情就交给公主了。有了公主的宣传，咱们的诗刊啊就一定不会亏钱。哎，这天色也不早了，我们大家就赶紧先各自回家吧。行，林兄，那本公子明天一早就去谈铺子。公主，那我也先走了。公主，这林公子的诗刊真能成吗？林雨他才华横溢，对诗刊又颇有见解，本宫相信他。既然他说能成，那必然是有着十足的把握。我们也早些回去吧，明天还要去林雨家报喜。爹娘，儿子，
啊，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？听说刘星才在县里污蔑你抄他的诗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和你爹都担心坏了呀。爹娘，没什么事儿，就是啊，我的诗呢得到了公主和县令大人的赏识，刘星才他不服气，栽赃诬陷我。幸好啊，公主和县令大人明察秋毫，已经处置他了。没事儿，你们二老放心吧。没事就好。怪不得刘新才今天是被人抬回来的，活该！咱们家雨儿这么有才华，怎么可能会抄袭他的东西呢？是呀。好了，爹娘，咱们不说他了，我给你们二老看一样好东西啊！哎呀，哎呦，这儿子呀，这么多钱是从哪儿弄的呀？哎呀，咱可不能偷，不能抢啊！哎呀，娘，你放心啊，这些啊都是我获得了县里的魁首，公主和县令大人赏赐我的。好家伙，这金条可真重啊！这么多钱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呢。哎呀，儿子呀，你真是有出息！我和你爹辛辛苦苦这么多年把你拉扯大，盼的就是你有出息。今天你做到了，哎呦，娘就是死了也能瞑目了。哎，娘，你这说哪门子胡话了？你跟爹啊都会长命百岁，儿子以后也会更努力，让你们两个过上最好的生活。雨儿啊，咱们家几代农户，总算出了个读书人，你可给我们老林家长了脸了。咱们家现在也有钱了，过段时间就把这老房子整一整，到时候啊再给你娶一个漂亮媳妇儿，也让咱们家过过喜事儿。哎，爹娘，这种八竿子打不着的喜事儿，咱们就先不说了。哎，这时间也不早了，你们二老快早点休息，明天啊还有喜事儿等着你们呢。喜事儿？什么喜事儿？明天不就知道了。哎呀，这外面这么热闹，是出什么事了呀？听着像是谁家要办喜事儿，可这几天我也没听说谁家要娶媳妇儿啊。爹娘，咱们啊出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走走走。走。哎，杨里正啊，你平时见多识广，这么大的阵仗，这他们是找谁呢？这一个是县令，另外一个我不认识啊，但看那装扮呐，非富即贵。非富即贵，那来咱们村干什么？看那样子啊，好像是喜事儿。白桥村李正何在？林雨来了吗？回县令大人，小人在。林雨他还没来呢。县令大人，他们是找林雨的。我听说林雨昨天去县比，他难道取了个好名次？不知道啊。昨天姓刘的小子回来，也没说谁得了什么名次啊。县令大人，林雨来了。林雨，你终于来了。今日我和公主前来，是有一件大喜事要告知于你啊。县令大人和公主亲临此村，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。草民啊，洗耳恭听。公主，天哪！这位贵人居然是公主！拜见公主！学子林雨才情卓越，天资过人，乡试夺魁，镇赛折桂，县比登首。经朝廷慎重商议，特许越过科举常制，册封为举人，以彰其才。草民多谢公主。雨儿他娘，你听见了吗？咱家儿子是举人了，是有功名的举人老爷了。听到了，听到了。公主，县令大人，你们可是我林家的大恩人呐！我家雨儿能有今天，都是托你们的福啊！是啊，我们两口子一辈子本本分分种田，从来没想到我们林家还能出一位举人老爷。是你们慧眼识珠，赏识我们家雨儿啊！林父林母，快请起。这功名啊，是林雨自己才华过人，努力学习所得。你们养了个好儿子。说得对啊，爹娘，如果没有你们含辛茹苦的把我养大，一直供我读书，我呀也没有今天的造化。
林雨，这是证明你举人身份的文牒，可要收好了。多谢公主。多谢公主。我说我就没看错人呐，你就是百年一遇的大天才呀！林雨这孩子平时在学院表现一般，没想到居然能一连夺得3道魁首，真是厉害呀！你们林家真是祖坟冒青烟呐，竟然出了个才子！什么才子？我儿子可说了，他呀是偷了我儿子的诗才得的第1名。他刘婶，你怎么说话呢啊？我看你就是见不得别人好，污蔑我家玉儿。刘家的，林雨的诗是自己写的，他比刘星才的诗就是写得好。你在这里胡闹什么呀你？你们，你们都是一伙的，欺负我这个妇道人家，我儿子他不会撒谎的。刘婶啊，我知道你很满意你的儿子刘星才，但这比试3次魁首加这举人的身份，都是靠我自己努力得来的。难道你在质疑杨礼正县令大人和公主殿下不公吗？哼，胡闹！这县笔是我和张县令坐镇监考的，你这样撒泼是在质疑我和张县令吗？你在这里无理取闹，诽谤他人，你就不怕本宫治你个诽谤之罪吗？公主饶命！我也是一时糊涂，我是听信了那混账儿子的话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林雨，这个妇人怎么处置，由你决定。公主殿下，今天是大喜日子，咱们就不说什么处置不处置的。我林雨行得正，坐得端。如果你们刘家再栽赃诬陷，我林雨绝对不放过你们刘家。林雨，不，林举子，你说的对。既然林雨不计较，那本宫今日也不跟你计较了。林雨是个难得的才子，我希望村里所有乡亲们以林雨为榜样，莫要再做出这种无理取闹之事。好，公主英明，向林举人学习。林兄，这就是举人文牒啊！我要是有这么一个，我爹得开心死啊！你都看这东西半个时辰了，说吧，找我到底什么事儿？林兄，我来找你，主要是想汇报下咱们诗刊前期准备工作的进展。我前几天跟你说的铺子，我已经盘下来了。这几天呢，也装修差不多了。我来的时候，公主让我带信给你，说咱们前期宣传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。今天下午就有批文人要来咱们诗刊投稿。我们还没有大量的征集文稿，就这么多文人前来投稿啊，这是一个好兆头。走，咱们去看看。哎，小唐，可以放人进来，开始审稿。好嘞，各位文人排好队，一个个进来审稿。林太子，这是在下的着作，还请您和诸位指点。你不用紧张，每一篇啊，我们都会认真去看。清风拂柳意悠长，碧水映天梦亦香。不错呀，是首好诗。公子谬赞了，今天能得到您的奖赏，是在下最大的荣幸。文笔细腻，情感真挚，是首好诗。本宫觉得可以留下。对，那这诗的稿费怎么算呢？我们诗刊啊，会把入选诗集啊分为上中下3个等级，上等每篇10两银子，中等5两，下等则有2两。特别优秀的一些诗集啊，我们还会给予额外奖励。那稿费今天就能给吗？这要等评级之后才能给。要等多久啊？我们会在半个月之内把入选诗集进行评级。你啊，可以把你的名字和地址写在你的诗集上，这样等评级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稿费送到你那里去。我这诗放在你这儿，要等半个月才能拿到稿费，这等的时间也太久了吧？我这要是急用钱，我可以拿到书肆卖掉了。放到书肆，我的生意不会一开就黄了吧？这位朋友，这就是书肆和书刊的不同了。书肆大多数啊是一次性买卖，讲究当下利益，而诗刊呢，你的诗啊如果能出现在上面，
让更多的人看到。从长远来看，诗刊能带来的名气和利益，远不是书肆那种一次性买卖能比得了的。林才子说的有道理，是我孤陋寡闻了。那我今天就把诗放在你这里吧。辛苦你了，我们会尽快给你答复。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咱们诗刊说不上来诗稿呢。要相信林雨，我一直都很相信林雨。林雨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啊，这一个一个的叫进来，一个一个的问，外面那么多人，我们审到天黑也审不完。你说的对，但是那该怎么办啊？我们都听你的。这样，小桃，你去外面把我刚才说的话告诉那些人，如果他们有人愿意接受我们诗刊的审稿模式，就让他们把他们的姓名和地址写在诗刊上，然后再统一收起来。好嘞，我这就去。这公子，我已经把您的话传出去了，那些愿意接受的文人都把诗稿放这儿了。哇，这么多！哇，这么多诗稿，看来咱们的诗刊对那些文人挺有吸引力的嘛。那是当然了，大夏的才子一直都很希望自己的诗被别人看见，而我们的诗刊正好有这个机会，他们当然会很积极的。公主说的对，那我们开始审稿。能入选的放在左边，不能入选的放在右边。我们开始分工吧。来。一双天，这篇不行。好事。好累啊，终于看完了。没想到收了这么多诗稿，这过审的还不足一半。当然，咱们诗刊啊，肯定要择优录取，诗的质量可是咱们创办诗刊的基础。虽然这些诗挺好的，但是我总觉得好像缺了点什么。不错，确实少了点什么，少了一些压轴的诗。说得对，要是能有你在线笔里做的那种诗，那就更好了，买的人一定会更多的。会的，我会亲自写几首诗放在我的诗刊里。这个可以有，我刚开始买你的诗花了上百两银子，要是咱们的诗刊里有你林大举人的诗，那我肯定能赚得盆满钵满。哎，林兄，你打算怎么定价？我看啊，不能定价太贵，要让大多数文人啊都买得起。我觉得啊，每册1两银子。1两银子啊？这会不会太低了？咱们给出去的稿费最低都2两呢。文远兄啊，我问你，2两银子买1首诗和1两银子买100首诗，你会选哪个？当然是1两银子啊，这不就对了吗？咱们啊，以1两银子吸引更多的文人啊去购买，这薄利多销，利润不就来了？而且咱们诗刊初创，首要的目的呢，就是打开市场，积累口碑。林宇说的对，有了市场和口碑，我们一定不愁卖。不仅如此啊，有了口碑啊，我们还能吸引更多有名的文人前来投稿，咱们诗刊的质量就能得到一个稳固的保障，形成啊良性的循环。文远兄，现在还觉得价格低吗？不觉得了，是我目光短浅了。薄利多销，不错不错。哎，林兄，咱们什么时候开门卖诗啊？再准备准备，差不多半个月左右就可以了。各位，今日我书坊开业，感谢各位捧场。我们书坊的诗刊啊，名为《风雅颂》，这里面啊，一共收藏了83首诗词，每首呢都是我们精心挑选的佳作。现在每册1两，店内现有500册，大家先到先得。好，1两一册，一册83首诗，那岂不是1两银子能买83首诗吗？这也太划算了吧！对，林举，这诗刊里面有你的诗吗？哎，有，这诗刊里面啊有我的3首诗词，欢迎各位阅读指教。花1两银子就可以买林举人的诗，
天下居然有这么划算的买卖！那500册也太少了吧？要是买不到怎么办？哎，各位，请大家放心，我们店里呢已经安排好人手，在街上带着我们的诗刊到处散卖，而且我们店啊，根据大家的喜好，不定时的推出新的诗集供大家欣赏。各位，为了庆祝我书坊今日开业，我们今日推出特别优惠活动，凡是购买诗刊的，一律8折优惠。哎呦，8折呀！哇，林宇真是太厉害了，真不愧是本宫看上的男人。我要买本，早就听闻林大才子的诗才，今天必须要一睹为快。我也要一本。你的诗在诗刊上，我要买5本送给亲朋好友。哎，大家别着急啊，每个人都有，每个人都有，别急，谢谢。我去，太多了吧？林宇，你可真是太厉害了！我们第一天居然卖了500本诗刊，我还是第一次自己赚钱呢，真有成就感。这可要多谢我们公主啊，在开业前给我们大力宣传，才吸引了这么多顾客。我呀，只不过是尽绵薄之力，还是你诗写得好，而且经营书房有方。不过我们都一起开书房了，都这么熟了，要不你以后就叫我永宁吧，不要叫我公主，听着怪生分的。那公主不，永宁，那以后我们就以姓名相称。你准备什么时候娶妻啊？你看我怎么样？永宁突然问我这个问题，难不成是想嫁给我？我公主，我们回来了。公主，你的脸怎么这么红呀？这屋里太热了。那个，你们2位今日在街上散卖诗刊，效果怎么样？林兄，顺利的很啊！咱们的诗刊在街上那是相当受欢迎，300本全都卖完了。哇，一共赚了300两，我已经全部换成银票了。我去，那既然这样说的话，我们除去稿费和印刷费，我们今天啊，足足净赚400两。400两！我的天哪，这才第1天，咱们居然净赚400两！林兄，这诗刊生意简直是个摇钱树啊！林公子真厉害，没想到咱们诗刊能赚这么多钱。我就说林宇可以的。林兄，这诗刊这么赚钱，咱们什么时候出风雅颂的第2期啊？这首刊的热度还没过去，现在就抢着第2刊了。我现在的计划是这样的，我们1个月出1刊，这样既能保持我们诗刊的质量，又能维持住买家的持续新鲜感和期待感，而且我们还需要一段时间啊，去寻找有才学的夫子。对，林宇说的对，我们听林宇的就行了。林兄，公主，你们说的对，是我太着急了。林才子，林大才子。钱老板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来了呀？来，给钱老板让个座。来，给钱老板让个座。行。林才子，恭喜恭喜呀！听说你的诗刊一开卖就大获成功，整个县城的人都来抢着买。我特意前来拜访，想跟你谈笔生意。谈笔生意。钱老板，咱们这关系啊，有话直说吧。你的风雅颂诗刊这么受欢迎，能不能带带我也发点财啊？你都有诗词拍卖的生意了，怎么还来抢诗刊的生意啊？张公子言重了，我哪敢抢生意呀？我的墨香居呀，位置好，客流量大，可以把诗刊卖得更远，让更多人看到。这对于林公子来说，也是扩大生意的好机会嘛。扩大生意啊，自然是求之不得。但是想要合作呢，我有2个条件。林公子但说无妨。这条件1啊，我们可以合作，但你要交加盟费。这条件2，就是你的墨香居啊，你们的定价要跟我们林氏书坊的定价保持统一，不能随意降价或者说抬价，以免扰乱市场。
可以。那加盟费是多少？我的进价一册又是多少啊？是加盟费200两，每册呀700文。加盟费200两倒是可以，进价是不是有点太高了？进价700文，售价才卖1两银子，那我每册才赚300文。嗨，钱老板，你也是做字画生意的，也知道我们这一行啊，成本很高的，700文啊，已经很低了，就不能再便宜点吗？看在我们合作这么久的份上，那我就再给你省100文，这每册600文。林宇说的对，600文已经很便宜了。你要是不想做这生意的话，就别做了。我们诗刊这么火，就算薄利多销也能赚钱。你不愿意，我们还不愿意呢。别呀，没说不愿意，就600文一册。林才子，这是200两加盟费，那就谢过钱老板啦。那我就先拿200本试试水，不知道你这书坊能不能供应得上。钱老板，既然我们达成了合作啊，你放心，这供货源啊，我是肯定给你保证。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我这就回去准备，就等林公子的书了。那我就不送了，钱老板慢走啊，合作愉快。林兄，咱们坐。林兄，咱们和墨香居合作卖书，这不相当于把自己生意送给别人吗？咱们原来一本书能卖1两银子，现在只能卖6000银子了，足足差4成收益啊！嗨，文远兄，这账啊，他不是这么算的。你呢，眼下只看到了一本少赚了4成银子，但是你远没有发现这背后的长远效益。你想啊，钱老板啊，他的书坊名气大，有更多的优质顾客，对我们来说啊，肯定是有利的。就算咱们接触到更多的买家，可是每本少赚那么多，咱们得赚多少本才能补回来啊？这就是关键所在。你想啊，我们的诗刊虽然火，但是它的销售范围啊，只在我们县城周边。如果我们能通过和书坊合作，把书啊卖得更火，名气一旦打了出去，我们的销售啊，自然会翻好几倍。张文远呀，这做生意的手段，林宇可比你强多了。就听林宇的，要是亏了，本宫补账。文远兄，你放心，我是肯定不会让你赔钱的。只要大家相信我，我们的书坊一定能越做越大。林宇，你说的对，我们相信你。公主相信你，我也相信你。行吧，我也相信你，林兄。天色不早了，今日啊，我们大家就早点休息。明日我们大家还要挣钱呢。好。您就是林宇林大诗人吗？我是林宇，你是？林大师，我是您的诗迷，我很喜欢您的诗。昨天人太多，没有抢到这风雅颂诗刊，今天终于买到了。首先啊，感谢姑娘的喜爱与支持。这诗刊啊，能得到姑娘的青睐，属实是我林某之幸。这诗刊里面呢，还有很多其他优秀的诗，都是我们精心挑选的，一定会让姑娘您啊物有所值。林大师，我能不能请您在这诗刊上签个名呀？当然可以啦。姑娘，拿好。谢谢林大师，我一定好好保存您的诗。林兄，出事了！乌远兄，别急，慢慢说。咱们和墨香居合作的事情传出去了，现在这些书肆老板听说这件事了，纷纷都来了，都要找咱们合作卖诗刊。这是好事啊！就像我昨天说的呀，这个是我们扩大生意的机会。你就按昨天我跟钱老板谈的，和他们谈，加盟费200两，700文的进价。那之前来的掌柜都要谈吗？只要他们答应这个条件，就和他们合作。不行啊，林兄，这次来找咱们合作的书肆太多了，咱们这诗刊就算日夜赶制，也印不出那么多诗集啊。差点忘了，这个时代的印刷技术落后，
还是传统的雕版印刷效果极低。这么多合作机会摆在眼前，总不能因为印刷问题而白白错过吧？林兄，你倒是说话呀！咱们到底要不要谈这些生意啊？哎，你别急，让我想想。如果能把印刷技术升级就好了。哎，有了！如果能把活字印刷术搞出来，印刷效率就大大提高了，我就能印出更多的书，赚更多的钱。哎，文远兄，这个供应的问题啊，我去解决。你呢？现在立马去跟那些老板谈合作。行。哎，活字印刷术这种可以推动时代进步的技术，还是和官方合作一下比较好，不然枪打出头鸟，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就不知道了。林大才子，你怎么有空来我这里啊？县令大人啊，学生最近呢研究出了一种新的印刷术哦，名为活字印刷术。这种印刷术啊，可以极大提高印刷的效率，对诗词文化的传播很有帮助。提高印刷效率，这可是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啊！哎，县令大人啊，这个就是活字印刷术的方案。哎，你快看一下。妙啊！这活字印刷术，本官前所未闻，这简直就是一件创举。林大才子，你不仅才华横溢，这更心怀天下呀！哎，县令大人谬赞了。林宇啊，这既然活字印刷术是你提出来的，就交给你全权负责，由你书房研究。不管你是要人还是要钱，尽管跟本官说。既然县令大人如此相信学生，那学生定当全力以赴。文远兄，这盘棋啊，你又输了。林兄，你这活字印刷术也太厉害了！这才1个月，咱们市集的产量比以前翻了好几番，还降低了制作成本。现在再来10几家书肆找咱们合作，咱们肯定能应付得下来。不仅如此，不仅产量上升了，我们赚的钱也变多了。昨天风雅颂第2刊发售，我们卖出了1000多本，足足赚了1000多两银子呢。对，我仔细算过了，这1个多月我们赚了5000两的银子，去除1000两的成本我们净赚4000两。4000多两，居然挣这么多钱！我做梦都不敢想，有一天我能挣这么多钱。林兄，你打算怎么分成啊？你想怎么分啊？咱们书坊能成立，都是林兄你的主意。但是我这也忙前忙后的，我想要3成，可以吗，林兄？文远兄这段时间确实给咱们书坊跑前跑后，操了不少心，拿3成合理。不愧是林兄，就是大气。对了，永宁，那你呢？我也要3成就可以了，不过我不差钱，这些钱就先记在书坊的账上，这样书坊需要用钱的时候也能方便一些。可以。哎，县令大人，你怎么来了？大才子好雅兴啊！公主，宫中传来消息，京城的诗会夺锦下个月就要开始了，皇上让你回京城。这么快就要回去啊？我还没玩够呢。哎，林宇，你不是正好也要代表县里去参加诗魁夺锦吗？这样，你跟我一起回京城，好不好？永宁你看，咱们书坊刚刚开业，还有好多事情等着我去处理呢，我就不去了吧。书坊的事可以交给张文远呀。张文远，你说是不是？对，公主说的对。林宇兄，你放心吧，书坊这边我会打理好的。林宇，你就和我一块儿去京城吧。虽然我确实有去京城开诗刊连锁店的打算，但那也是要等到我手里有足够的资金之后，而且诗魁夺锦是在1个月后，我现在就去也太早了吧。林公子，你就不要犹豫了，这次你还真得跟公主一起回宫呢。县令大人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当然是好消息了，本官已经将活字印刷术上报给了朝廷，这皇上听了之后大喜，特意降旨让你亲自进京呢。这事儿都能惊动皇上啊！哎，活字印刷术是好东西，而且林公子也是奇人，你和你的那些点子都不该埋没在这小小的县城里面，所以我就自作主张将你这活字印刷术给呈报了上去。皇帝特别重视，
所以你也就有广阔的空间去展示你的才华了。那林某就在这儿感谢县令的举荐了。看来这次京城之行，我是推脱不掉了。太好了，林雨，我们可以一起回京城了。林兄，进京面圣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你肯定要好好珍惜啊！书坊这边你交给我，我肯定会好好打理的。那就麻烦文远兄了。终于到了，这里是皇家别院，以后你就住这里吧。我住在这里不太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呀？你在京城又没有熟人，这皇家别院又气派又舒适，而且离皇城又近，你住在这里，以后父皇想见你，岂不是很方便？可是……没有可是，你是要代表云化县参加诗魁夺锦的大诗人，住在这里也符合你的身份啊。是啊，林公子，你就听公主的吧。公主为了你住的舒服，可是提前几天就派人收拾的。你要是再拒绝公主，那就有点不给公主面子了。那小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走，我带你看看。公主留步。张公公，你怎么来了？老奴是来传话的。想必这位就是云化县来的林雨了。在下正是林雨。张公公，你是要传什么话呀？公主，林公子，咱家这次前来奉了皇上的圣旨，陛下听闻林雨才华出众，这次更是代表云化县的才子来京城参加诗魁夺锦，心中十分赞赏。林某在这里多谢陛下的厚爱，还特意辛苦张公公前来跑一趟。陛下说了，3天之后要在别殿举行一场宴席，顺带见见林公子。林某一定按时参加。林公子客气了，能为您这样的才俊传话，那是老奴的荣幸。咱家在宫中这么多年，也见过不少青年才俊，可像林公子这般年纪轻轻就有如此成就的，还真是少见。张公公属实谬赞了，林某在这儿谢过张公公。林公子，皇上对这次诗魁夺锦十分重视，您代表云化县参赛，又是皇上钦点要见的人，3天后的宴席，还请您务必准时赴约呀。林某一定准时赴约。那咱家就先告退了。看来父皇对你的活字印刷术很是感兴趣，居然还专门设宴来邀请你。那3天后的宴席，你可就要好好表现了。好，我一定去。马上就要赴宴了，我得让父皇知道我选的夫君是谁。林雨，前厅的宾客都准备好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也准备好了呀，咱们也过去吧。我之前给你的玉佩呢？在这儿。这样父皇就知道我选中的夫君是谁了。永宁，你在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我们快走吧。不知道会选谁呀？赵白兄，你看那个人身上戴的玉佩，那不是永宁公主时常佩戴的那块凤纹玉佩吗？怎么会在那小子身上？皇上说要在今年诗魁夺锦中选驸马，难不成已经选定了？诗魁夺锦还有大半个月才开始，怎么可能已经定下驸马？我可是京城第一才子，驸马的位置是我的。那小子肯定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才得到的玉佩。林雨，坐这儿吧。哎呦，我爹是户部尚书，我叫赵攀，阁下看起来面生得很，来这么晚，想必是位贵客，不知高姓大名，府上何处？在下林雨，来自云化县白桥村。云化县白桥村，那是什么地方？来的这么晚，我还以为是个什么贵客，没想到就是个乡下来的乡巴佬啊！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林雨他就是贵客。公主，
俗话说穷山恶水出刁民，这小子身份低贱，怎么能参加皇家宴会？你可千万别被那些别有用心、想攀高枝的人给骗了呀！对啊，公主，孙明说的对啊，我们都是为了您好。这种粗俗的乡下人怎么配坐在这里？胡说！林雨是什么人，本宫最清楚，哪里轮得着你们在这儿胡说？我的出身是不如你们，但一个人的出身并不代表一切。林雨说的对，林雨这个人我再清楚不过了。他虽然出身很低，但才华和人品都过人，本宫很欣赏他。赵排兄，他一个乡下人能有什么才华？你可是咱们京城第一才子，公主肯定是被这个乡巴佬给骗了。赵排兄和那乡巴佬比试一下，那乡巴佬不就露怯了吗？有道理，今天要让公主看清楚，这林雨就是上不得台面的乡巴佬。公主如此赞誉，想必林公子定有什么过人之处，只是我等眼拙，未曾见过。既然今日有缘相聚，不如咱们就即兴作诗一首，让大家看看林公子有什么才华。这赵攀分明就是故意在激你，你要是不想比，我帮你回绝。哼，放心，我的能力你还不知道吗？哼，既然赵公子要比试，那我一定奉陪到底，也好让在座的人都瞧一瞧，出身是不是能代表一切。好，现在是秋天，咱们就以这菊花为题作诗。我先来。秋到园里菊正黄，模样平平没啥香，风来摇摇似傻样，不过拥花来凑景。好，赵盘兄这诗真是绝了，出口成章啊！聊了几句就把这菊花的普通模样描绘得淋漓尽致，还带着那么股诙谐劲儿，不愧是咱们京城第一才子啊！赵公子这首诗确实是别具一格，独辟蹊径，高明，实在是高明啊！是啊是啊，这风来摇摇似傻样，不过拥花来凑景，简直是神来之笔，把菊花那种没什么真本事，就靠秋天出来凑热闹劲儿给写活了。好个赵盘，这分明就是在用菊花来羞辱你。我早就听出来了，但我可没有那么容易被激怒。我劝你现在还是认输吧，赶紧滚出这宴席。哟，这诗还未作，比试还未开始，赵公子就急着把我赶出去，莫不是怕输了一败涂地，太过丢人了啊？哼，你一个乡巴佬能做出怎样的诗？我倒要看看你今天如何收场。好，那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作诗。里面倒是热闹，先听听林雨做了什么诗。朕倒是很好奇啊，这个林雨究竟有什么才能，能让永年那个诗迷迷得神魂颠倒？秋丛绕舍似陶家，遍绕篱边至剑霞。不是花中偏爱菊，此花开尽更无花。这不可能！你这乡下小子怎么能做出这样的诗来？这诗你肯定是从别处偷来的。看来赵公子是觉得这首诗做得不好啊，那小生就再来一首。荷尽已无擎雨盖，菊残犹有傲霜枝。一年好景君须记，正是橙黄橘绿时。林雨，你实在是太厉害了，我就知道你的才华过人。这绝对不可能！你肯定是提前准备好的，不然怎么可能连续做2首好诗来？对，肯定是提前准备好的，大家可别被他骗了。他一个乡巴佬，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本事？我的出身啊，是不如你们，但赵公子，这题目可是你出的，我哪有时间提前准备啊？难不成是我们提前串通好，故意让你们自己丢人啊？还是说你们输不起啊？你胡说！谁和你串通？这事我不承认。不承认没关系，在场有那么多裁判。
不承认没关系啊，各位都是饱学之士，对诗词的好坏应该有自己的判断。你们说这2首诗如何？好一个此花开尽更无花，好一个菊残犹有傲霜枝。参见陛下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林宇，你不必多礼。张县令没有骗朕，你确实是个才子。朕刚刚在门外听到你做的2首诗，当真是让朕眼前一亮啊！陛下过赞，草民只是有感而发，能得陛下赏识，实乃草民之幸。林宇刚刚让你们评价他诗词的好坏，你们怎么都哑巴了？哈哈哈，妙啊！林公子这2首诗可真谓是神来之笔，实乃妙绝呀！林公子的诗不仅用词精妙，而且韵律和谐，还写出了菊花的傲气，堪称诗中典范呐！是啊，是啊。行了，你们都起来吧。哼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过是运气好罢了。赵盘，你似乎对林宇的诗颇有微词啊。回皇上，我只是一时情急，觉得林宇一个乡下人，应该写不出这么好的诗。赵盘、孙明，你们都是世家子弟，本该知书达理，没想到现在却如此刁钻刻薄。既然你们喜欢用权势和才华打压人，那朕就只能把你们父亲的官职再降一降了。另外，以后的诗魁夺锦，你们也没必要参加了。赵公子、孙公子，请。谢主隆恩。多谢陛下为草民做主。是朕让你来参加宴席的，自然应该为你做主。林宇才华横溢，日后谁若再敢以出身门第妄加非议，严惩不贷。张公公，把东西带上来。是。林宇啊，朕看了你那活字印刷术，堪称是巧夺天工啊！朕今日召你前来，一是想亲眼见见你这奇才，二来是要赏赐你这些金条。陛下如此盛赞与厚赏，林宇感激涕零。只是这赏赐未免太贵重了。林宇，这活字印刷术利在当代，功在千秋。有了这活字印刷术，书籍刊印不再艰难，天下学子都能受益，国家昌盛也指日可待呀！这金条是你应得的，拿着吧。那学生就多谢陛下。再过些时日，京城的诗魁夺锦就要开始了，你可要好好准备。朕还等着你在诗会上大展手脚呢。学生定会全力以赴。朕还有些政务要处理，就先回去了。恭送陛下。这金条来的真是时候，有了这笔钱，那我在京城开书坊卖诗集的计划就能提前了。林宇，你从宴席结束就一直看着这些金条，这些金条有什么问题吗？这金子没什么问题，我是在想，有了皇上给的赏赐，我就能在京城开临济书坊了。在京城开书坊，好呀！京城人多，爱诗的人也多，我们的诗刊一定会大卖的，我就去买铺子。芸娘，等等，我明白你想让书坊早日开张，但是现在还差点时机。时机？什么时机啊？
你的书看那么好，咱们又有钱，现在行动不是正好吗？还缺少啊，舆论和噱头。你想，咱们的书刊再好，但是在这么短时间内打出名号也是不可能的事。京城卧虎藏龙，书坊众多，咱们啊得先造出点声势来。我觉得你说的对，但是我们怎么造势呢？你想，今天的宴席上，赵盘这个京城第一才子作诗输给了我，这件事儿如果传出去了，一定会引起不小的轰动。你说的对，这赵潘平日里就喜欢仗势欺人，现在他们出了这么大的丑，这可是京城第一大趣事啊！所以啊，咱们要安排些人手，把今天宴席上的事儿，还有那2首诗啊，着重宣传出去。好，我这就去办。就说林语以诗会友，力压京城第一才子，作诗更是精妙绝伦，引得皇上连连称赞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同时还要着重宣传那2首诗。好，我这就去办。我保证用不了多久，整个京城都会知道这件事。只要能把这波舆论战打好，我们临济书坊啊，一定可以在京城立足。林宇，你在宴席上大展才华的事情已经在京城传得沸沸扬扬了，现在随便拉一个都知道你林宇的大名。铺子我也已经买好了，就在京城最繁华的朱雀大街上。咱们什么时候开业啊？不急，张文远他们啊正在云化县那边准备第3刊的事迹，等他们把稿子选出来，咱们再准备开业。而且啊，你想，我刚才就在思考，过几天就是诗魁夺锦了，等诗比结束，那才是咱们发力的好时机。我明白了，你是想借着诗魁夺锦的热度，让我们的书房也跟着活一把。只要你在诗比上夺魁，京城的才子和名家都会认识你，你在京城的名气也会更加稳固，到时候咱们开业一定能赚得盆满钵满。你越来越聪明了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刚才我就在想，只要我能在京城闯出一番名堂，咱们的临济书坊的名号自然会跟着响彻京城。林宇，你真是太聪明了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夺魁的。对了，京城的诗比会和科考一样，把你关在屋子里独自作诗，你可要做好准备。形势怎么样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夺魁的一定是我。林公子，这里就是您的作诗之处了。林公子，这次的诗魁夺锦采用了科考的法子，来考察各位才子的才华。为了公平公正，每位才子被安排进了不同的屋子，而且每个人拿到的题目都不一样。这倒是新鲜。只是公公，不知道我的题目是什么？秋？现在是秋天，这题目倒是应景。不过，只是这一个秋字看着简单，但能写的东西却多了去了。公公，我写什么都可以吗？对，林公子写什么都行，但要在一炷香内写够3首。林公子，开始吧。幸好古代的那些诗人喜欢写关于秋天的诗，3首小意思，30首我也能默写出来。写秋的话，杜甫的《登高》那可是千古绝唱，在这种场合写再合适不过了。风急天高猿啸哀，楚清沙白鸟飞回。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。万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。好诗
好诗啊！老夫写诗看诗这么多年，从未见过如此气势磅礴、意境深远的诗作。这诗字字珠玑，句句经典，可谓是千古难遇啊！能得到沈大诗人这样的夸奖，可见林语的诗确实是好。我这首也很好，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春日胜今朝。别具一格，一扫秋日的悲凉之气，充满了积极向上的精神，诗乃佳作呀。父皇，还有这个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。也就林语能写出来这么好的诗了，还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写出来3首佳作。这林语才华绝世，日后必成大器。陛下，我大夏文坛能有这样的后生，是我大夏文坛一大幸事啊！沈大诗人所言极是，朕也觉得这林语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。这次呢，诗魁之位非他莫属啊。张公公，去把林语叫进来吧。是。永宁，朕之前说要在今年的诗魁夺锦中给你挑选夫婿，朕看你对那林语也有倾慕之情，不如就喜上加喜，趁这个机会给你们赐婚如何？父皇，你干嘛突然提这个？儿臣也觉得林公子才情过人，若是能与他相伴，自然是极好的。不过林语他最近正忙着开书坊做生意，儿臣想等着他生意稳定些再谈婚事。哦，原来这林语还精通经商之道，倒是朕小瞧了他呀。我大夏有这样文能提笔安天下，武能经商富国仓的全才，何愁我大夏不繁荣昌盛？陛下说的对呀，我大夏有这样的人才，日后一定会更加强大的。永宁，你考虑的周全，那就等林语生意稳定下来，再议你们的婚事吧。陛下，林语来了。让他进来。宣林语觐见。草民参见陛下，参见公主殿下。免礼。林语啊，朕和沈大诗人还有永宁，方才细细品鉴了你所作的3首诗，当真是才华横溢，令人惊叹不已。你写出来的诗，每一首都是千古绝唱啊！林后生，老夫一生热爱诗词，自认为对诗词颇有心得。可今日见了你的诗作，才知道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老夫钦佩呀。您就是大夏的文学泰斗沈先生啊！学生久仰沈先生大名，先生对诗词的钻研与造诣，学生很是钦佩。先生如此夸赞，学生实在愧不敢当。林语啊，你莫要谦虚。朕听永宁说，你正在开书坊做生意啊，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我大夏就需要你这种全面发展的人才。学生不过是略通文墨，又恰好在经商上有些小运气，实在担不起陛下如此高的赞誉。你不必自谦，朕也是爱才惜才之人。今日见你如此出众，朕有意封你一个官职，让你能更好地为大夏效力。林才子，这可是陛下对你的厚爱呀，还不快谢恩？林公子还不快谢过父皇？学生多谢陛下。朕打算封你为翰林院编修兼文渊阁学士。这2个职位啊，既能让你发挥所长，又是比较清闲的2个职位，不会让你耽误书坊的生意的。那草民便多谢陛下，定不负陛下所托，为大夏贡献自己的力量。好，
朕就喜欢你这股子干劲儿。另外啊，你不在京城居住，往来多有不便，朕就再赐你一座府邸，就在京城繁华地段，也方便你日后行事。草民多谢陛下。这个宅子挺大，很气派，很适合你。确实啊，陛下真是大方。你是个大才子，这些都是你应得的。林才子，林才子，林才子。哎呀，您就是在施魁夺锦中夺魁的大才子林宇吧？大家好，我正是林宇。林诗人，你可太厉害了！你居然能在施魁夺锦上一口气写出3首千古绝唱，这等才华简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！林才子，你以后肯定能成为我们大夏的大文豪，名垂青史啊！感谢大家的厚爱，我林某一定会更加努力创作，不负大家的期望。林才子，我们都喜欢您的诗，不知道你有没有诗集让我们拜读啊？有的有的，林才子啊，准备在京城里开一家书房，书房里的书啊，会有林宇写的诗集。真的吗？那可太好了！林才子的诗啊，要是有诗集，我一定会好好珍藏，反复阅读的。林诗人，您的书房什么时候开业呀？目前还在筹备当中，不过我会加快速度，争取早日开业。林才子啊，您放心，等您的书房开业了，我们一定第一时间去给您捧场，把您的诗刊都买回家。感谢大家的热爱，我会努力创作，绝对不辜负大家的热情。好。林宇，咱们的书坊是不是要开业了？对，已经在加速筹备中了。这2天啊，我想去一趟云化县，去找张文远聊一下具体的细节。那我要和你一起去。你是公主，这恐怕不方便吧？这有什么不方便的？其实啊，这次不仅去找张文远，还要回一趟白桥村。是这样，我爹娘为了让我能读书成才，吃了很多的苦，遭受了很多人的白眼，经常吃不饱饭。我就一直在想啊，这些日子衣锦不还乡，犹如锦衣夜行。凡事为人，终会改变，但有些道理，有些坚持，不该动摇。如果长大，就是杀死从前的自己，抛弃心中的光亮，那我宁愿尽此一生，始终少年。林宇，我懂你的心思，所以你才更应该带我去啊，让那些曾经欺负你的人好好看看，现在你有才华，有成就，是让那些人高攀不起的存在。算了。还有林宇，你就答应我嘛，就算你不答应，我也会偷偷跟你去的，好不好嘛？那好吧，那我们就一起回白桥村吧。太好了，那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啊？就明天。雨儿回来了。爹娘，雨儿，京城的试比结束了吗？结果怎么样？哎呀，要是没有得到皇上的赏识，也没事的。我们只想让你好好的。小桃，各位乡亲，咱们白桥村的林宇公子是本次诗锦夺魁中的最终夺魁者，被陛下亲封为翰林院编修及文渊阁学士，以后就是朝廷的大官了。天哪，林宇这孩子出息了呀，居然在京城当了大官，真是咱们村的骄傲呀！林宇这孩子真厉害呀！原来以为咱们的才子是刘新才，谁知道竟然是不中用的，还是咱们林宇厉害呀！从乡里的诗比到京城的诗比，全是魁首啊！林宇他爹娘，林宇能有今天都是你们的功劳，若不是你们一直支持他呀，他难得有今天。哎呀，多谢乡亲们过奖了。好，儿子有出息了，咱们林家光宗耀祖了。
雨儿啊，爹和你娘就盼着你能有出息，现在看你这样，我们就算死也瞑目了。爹娘，你们说什么呢？你们啊，以后一定会长命百岁，享更多的福。是啊，林父林母，林雨能有今天的成就，离不开二位的养育和教诲。哎呀，女儿啊，咱回家吧，我和你爹准备了一大桌子菜，为你接风洗尘呢。好。雨儿啊，公主、小桃，咱们快来尝尝，这是我特意准备的鸡汤呀，现杀的老母鸡，可香了。来，快来尝尝。伯母，您太客气了，您做这菜一看就特别有食欲，以后就别叫我公主了，叫我永宁吧。是啊，这看着不比宫中的山珍海味差。好，永宁啊，小桃，来，快来吃吧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伯母，我还是第一次吃到这么美味的鸡。好吃啊，你就多吃点。来，雨儿，你也快吃。爹娘，你们也快吃啊！林才子，恭喜呀！林兄，恭喜啊！如今你可是云化县大红人。哎，快坐，我们正好吃饭呢。来，咱们一起吃2口。来，杨立正、文远，你们快坐，不就是添副筷子的事儿吗？我再去拿2副碗筷过来。来，坐。那我和杨立正就不客气了。我早就说过，林雨是有大才的，今天算是应验了。咱白桥村呐，也算是出了一个大官呐。林雨，你真给我们白桥村争光了啊！真厉害啊，林兄！从乡里到京城，拿了一路的魁首，真是厉害啊，前所未有。杨立正、文远兄啊，你们啊，真是过奖了。没有过奖，我觉得杨立正和张文远说的真对。是啊，林公子确实厉害，要不然怎么能得皇上和沈大人这么器重呀？行了，你们今天来不会就是为了拍马屁吧？当然不是，我来是给林兄你汇报书坊工作的。咱们书坊啊，托林兄的福，现在诗刊销量比以前翻了好几番，天天上新补货都不够卖的。现在啊，杨立正也是咱们店员。第3刊的诗已经选好了，过2天就可以出印刷版了。现在咱们书坊名气在县里越来越大，很多人慕名而来，效率这么高啊！正好我也有一个好生意啊，准备告诉你们呢。我准备啊，在京城也开一家林氏书坊。哇，这可是大好事啊，林兄！京城人多又热闹，文人墨客多，咱们书坊开在京城，肯定能赚大钱。而且啊，京城啊也准备的差不多了。我从来没有想过咱们的生意可以做到京城，咱们真是太厉害了。我爹要是知道了，一定会夸我的。咱们这2地的书坊啊，诗刊内容啊必须得保持一致，而且京城呢也会收集大量的诗稿，到时候啊咱们就会有更多的诗稿去看。到时啊，云化县那边啊，我估计啊我可能就顾不上了。文远兄，你行吗？当然可以啊，我经过这1个月的成长，管理书坊已经有一套了。交给你啊，我也放心。雨儿，您现在也是做官的人了，又要去京城做生意，是不是以后都准备住在京城啊？住在京城啊，方便些。哎呀，玉儿啊，你这一去京城，我们一家人聚在一块的日子可就少了呀。娘担心你啊，这京城人生地不熟的，你可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啊。怎么会聚少离多呢？我这次去京城啊，肯定啊会带着你们2位一起去京城的。哎呀，真的？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你爹和我这2个乡下人也能去京城？当然了，爹娘含辛茹苦的把我养大，如今啊我在京城有了立身之地，怎么可能让您2老还留在白桥村呢？而且啊，京城呢虽然繁华，但人心啊也复杂。有你们2老在我身边，我会心里踏实。好啊，雨儿，有这份心，我们就很满足了。我们一家人在一起，到哪儿都是家。是啊。林兄，你在京城的书坊什么时候开业啊？等我空闲了，一定去看看。等我回京了，咱们京城的书坊就开门。各位父老乡亲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今日啊，我林某的书坊正式开业，
希望各位父老乡亲多来捧场啊！来，父亲，来，3、2、1，恭喜！这不是诗词大赛多亏的林大人吗？他居然也开了书房，难道是要卖自己的诗集吗？林大人的诗一首比一首好，我早就想细细的拜读了，现在正好有这个机会。各位父老乡亲，我们临近书坊呢，主要是卖诗集，这里面啊包含了几百首诗刊，其中啊也包含了林某的几首，希望各位不吝赐教。而且咱们书坊的诗刊呀，一本只要1两银子，大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1两银子买一本这么好的诗，这也太值了，我要买。林大人，你的书刊什么时候卖啊？我都等不及要买了。对呀，我要买啊！都要买的。各位啊，不要着急，现在大家有序入场。来，林大人啊，你的诗刊真好，居然有这么多的好诗。我看诗刊里啊有很多人的诗，我平时也喜欢写诗，不知道我的诗能不能放在你的诗刊上啊？诸位啊，咱们诗刊呢，欢迎所有人投稿，只要你的诗啊有特色、有水准，就有机会啊收集在我们的诗刊里面。真的吗，林大人？平时只有那些有才气的才子才能出诗集，现在我们的诗也能登上你的诗集了吗？那我要投稿。林大人，我也要投稿，我也写诗好多年了，一直想找个机会展示一下呢。林大人，还有我平时就喜欢吟诗作对，我的诗啊肯定能符合要求。我也要！大家别着急啊，每个人都有机会。好。林雨，这又是刚收上来的一批诗稿啊！自从他们听说我们这里可以收诗以后啊，京城的那些才子就像疯了一样往咱们这里送诗呢。这是好事，说明咱们书坊的影响力啊越来越大。当然是好事啦，影响力越大，我们赚的钱也越来越多了。哎，沈先生，你怎么来了呀？林后生，公主殿下，这不你的书坊刚刚开业，陛下让我过来看看啊。不错，林后生当真大才，这书坊啊一看就不错。那当然，这个书坊可是林雨费了很大心思做的。我这次来还有一件事儿。听说林后生书坊广收诗文，为诸多学子提供了一个展示才艺的平台，我深受触动。这次来呢，一是为了看看这书坊的热闹，二来也是想献上几篇拙作。沈先生这几首诗妙啊！沈先生是大夏第一诗人，你能够为我们书坊投稿，是我们书坊的荣幸。过奖了，鄙人不过是沉醉于诗词之道，偶有几篇得意之作罢了。林才子，快看看我这几篇诗能不能登上你们下一期的诗刊。哇，沈先生，这几首诗妙啊，意境深远，用词精确，每一首啊都是佳作。沈先生，你这诗多少钱？出个价，我买了。就按书坊对外的价格来，我把书稿给你，本也不是为了赚钱。大夏崇尚诗文，一些好的诗文往往被炒出天价，一些名家所作更是如此，以至于贫寒学子们根本无诗可读。你这书刊只卖1两银子，把我的诗登在上面，让更多贫寒学子们能看到我的诗，这是有助于大夏文坛发展的好事啊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沈先生果真大义啊！沈先生的胸襟啊，真是令人钦佩。有你在，我们一定会把诗刊做好，让更多的好诗流传下来，让更多的学子受益匪浅。好，有你这番话，我就放心了。你这书坊啊，一定会越办越好的。那就借沈先生吉言了。不愧是大夏最有名的诗人啊！这新诗刊的销量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啊！才上线3天，
就已经卖出了6000两。有这样的成果，也不全是沈公子的功劳。你现在的名气已经超过他了，书刊能卖出去这么多，我觉得你的功劳比他大。这些啊，都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。对了，沈先生说以后每个月都会送新的诗刊到我们书坊。这是好事儿啊！有了沈先生的支持啊，首先咱们诗刊的质量得到了保证，一是可以提高我们的销量，这第二可以吸引更多优秀的诗人前来投稿啊。可是也有麻烦的地方，现在客人越来越多，而且很多客人都是从外地来的，咱们书坊的书就这么多，不够卖啊。今天啊，张文远传信过来了，说隔壁的云化县也是这个情况。咱们2家店铺就这么大，书的存量也就那么多，僧多肉少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再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。这2家书坊的供应量已经到了极限了，再这么下去，不但会损失一些客户，还会影响我们林氏书坊的口碑。毕竟谁也不想满心欢喜的来，却空手而归吧。这可怎么办啊？有了！要不咱们扩大书坊的规模，把旁边的铺子全都盘下来，然后多置办些印刷的器具，再雇些伙计，你看怎么样？这个方法吧，它治标不治本。京城和云化县本来就这么大点地方，它能接待的客源就这么多。我们诗集啊，现在越来越火，名气越来越高，那以后要来买的顾客只会越来越多。那怎么办？咱们总不能看着赚钱的好机会就白白从眼前溜走吧？有了！有什么啦？你快说说。我想啊，在京城和云化县2个地方为中心，建立全国性的连锁书坊。只要我们在各地的主要城市开设分号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全国性的卖书刊了。不仅解决了供求问题，还能提高我们诗刊的销量。那太好了，那我们临济书坊可就要名扬四海了。不过这个办法吧，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财力，在短时间内是无法完成的。这个不是问题，我们可以找父皇商量啊。而且有了朝廷的支持，我们人力财力都有了。而且书坊的背后支持者是皇家，对我们临济书坊也是件很好的事啊。可是你父皇会同意吗？父皇肯定会同意的，他对你的生意一直都很感兴趣的。那就太好了呀！有了你父皇的支持啊，我们的连锁书坊计划就能顺利推进了。那我现在就去找父皇商量。我跟你一块去。没想到父皇不仅同意了你的计划，还在短短1个月时间，在全国各地都建成了书坊，效率真快。我们的新诗刊啊，马上就要发布了，那些铺子也都开始运作了，就是不知道现在收益怎么样。这不是林掌柜和永宁公主吗？林大掌柜，你现在可了不得了！听说你的临济书坊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号，不管走到哪儿都能买到你们的诗刊。是啊，林掌柜可真是咱们大夏的奇才啊！前几日我去外地，在那儿也瞧见了临济书坊，那场面热闹的不行。诗刊一摆出来就被抢购一空。林某感谢各位的抬，临济书坊能有今天，都是多亏了陛下圣明以及大家的支持啊！林宇说了，我们的书坊会越办越好的，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啊！公主放心，林掌柜卖的诗刊又便宜又好，一心都在为我们着想，我们肯定会一直支持临济书坊的。以后只要书坊出书，我一定第一个去买。林某在这里感谢各位的厚爱了，林某一定不负大家的期望，把临济书坊经营得更好，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书卷。好，永宁，我们回去吧。好。真的是不错呀，真不愧是林公子，真好。现在书坊的规模越来越大，但总觉得少了些什么。林宇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总觉得咱们这书坊缺了点什么。
缺了点什么？咱们这里有这么多诗刊，诗刊里有那么多诗，能缺什么啊？诗刊，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是品类。品类？对，你看，咱们书坊的规模很大，但品类实在是太单一了。虽然呢，咱们的诗刊销量不错，但是人们整天都在看诗读诗，就算诗写的再妙，看久了也会觉得腻味。所以啊，咱们得给书坊增添点新花样，这样咱们的书坊才不会像一潭死水，才有了活力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是咱们书坊除了卖诗，还能卖什么啊？文学作品的话，现代人喜欢读小说，小说情节离奇，男女老少都适合看，比诗更能吸引人。现代人都抵挡不了小说的魅力，更别说这些古代人了。如果能把小说引进书坊，绝对能掀起一阵热潮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啊，哎。林雨，你这写的都是什么啊？这纸上密密麻麻的都是字。这就是我要给书坊加的新花样。小说也叫话本。小说啊，它不同于诗刊，它呢不是诗，而是有趣的故事。怎么样，永宁，看得入迷了吧？天哪，这故事也太精彩了吧！书生进京赶考，在古庙借宿，却遇上了美艳女鬼。女鬼被老妖胁迫引诱书生，却爱上了书生，还帮助书生在暗中逃跑。天哪，这故事实在是太棒了！怎么样，这比诗有趣多了吧？何止是有趣啊，这也太吸引人了。然后呢，后面呢？这个女鬼和书生到底怎么样了？女鬼和书生到底能相爱吗？欲知后事如何，等我写出来就知道了。那你快写呀！哎，这今天时候不早了，明天再写。哎，对了，你说我把这小说放在书坊里卖，效果会怎么样？那肯定很好啊！你这故事写得这么精彩，谁看了都会被吸引的。到时候顾客肯定会越来越多，我们的书坊的生意也会越来越好。没错，这样就是我想要的效果。等我们下一期诗刊一上线，小说诗刊互相搭配，肯定能让顾客眼前一亮。一定会的。林掌柜，您这书坊啊，终于出新诗刊了，我都等了1个月了，度日如年啊！这1个月没新诗刊，就像吃饭少了盐，寡淡无味。这次啊，确实让大家久等了。这次筹备新刊花了些时间，不过保证不会让大家失望。聊斋志异，这也是新的诗刊吗？这个啊，不是诗刊，这叫做话本。话本是什么东西啊？话本呢，就是一种故事书，它里面讲的都是些奇闻异事，什么落魄书生借住古庙，却爱上了女鬼，还有什么猎人救了狐狸，狐狸变成了美女来报恩。反正啊，你们读了一定会爱上的。真有那么神奇啊？当然，你们可以自己看看。天呀，这故事也太精彩了！这书生和女鬼的爱情，缠缠绵绵又跌宕起伏的，看得我心都揪起来了。女鬼居然还能和书生好上，稀奇，真稀奇！林掌柜，这话本是怎么卖的？我要买一本带回家看。这话本啊，5两一册，大家先到先得。5两银子不算贵，这么精彩的故事啊，值这个价。林掌柜，这话本我要了。好嘞，我也要，我要这本，我要这本。好，大家别着急啊，排好队，慢慢来。你的。别着急，这边。
哎，那客官慢走，回去慢慢看。我们家的画本，保证你看了第一页就停不下来。哎呀，这么多啊！天哪，这么多银子，画本居然能赚这么多钱！我们要不要把画本的生意也扩散到全国各地呀？当然要了呀，这可是扩大生意的好机会。那岂不是又能赚很多钱了？这些银子要是再多100倍，那岂不是就会有数不完的银子了？当然了，而且我会让钱再生钱。钱生钱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现代小说最赚钱的方法就是把小说卖出去搞影视化，古代也不会例外。林大掌柜，你叫花某前来，所谓何事啊？花老板，久仰大名啊！今日请您来，是有一桩绝好的买卖要和您谈。林宇，这位是？这位是京城第1戏院的当家人，花老板。戏院？咱们和戏院有什么生意要谈啊？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林大掌柜，你且说说，到底是要和我谈什么生意啊？花老板，你先看一下这个。哟，林大掌柜，你这书里的故事是从哪儿搜罗来的呀？真的太精彩了呀！花老板，这些故事都是林某人所写出来的。啊？你写的？怎么？这什么眼神啊？不相信啊？这里面的故事可都是我们林宇林大才子一个人写的。刚刚那些客人看了之后，一个个都惊叹不已，抢着要买呢。哎，相信林掌柜是大才，能写出有这么跌宕起伏的故事也不稀奇。但是这和生意有什么关系啊？花老板，我想将这故事卖给戏院。卖给戏院？林掌柜是想要将这话本编成戏？这个林掌柜的想法确实很好，只是咱们大夏的戏都是历史上那些名人的真事儿，这虚构的戏搬上戏台能行吗？花老板，你戏院的那些戏基本都被人看腻了，而且现在基本没什么人看戏。做生意是要创新的，我这话本里面的故事全是世间少有的奇闻怪事，绝对会有人看。把话本搬上戏台，那肯定很有意思。林掌柜说的倒是也有理，这些故事确实新奇。林掌柜打算怎么卖？500两一册。500两一个故事，这价格是不是高了点啊？哎呀，花老板，这些故事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我的出价不算高。这个嘛，花老板，你应该也知道这些故事的妙处，不然也不会犹豫这么长时间。我可提醒你一句错过这个村儿，可就没这个店喽。咱们大夏的戏院多的是，总有一家会愿意买这些故事。林宇说的对，再者说了，你不相信别的，难道还不相信林宇做生意的能力吗？我们林记书坊可是大夏第1书坊，难道你就不想拼一拼，让你们的戏院变成大夏第1戏院吗？好，既然林掌柜和公主殿下都这么说了，我就赌一把，去创新一下。这话本上的3个故事我全买了，这是1500两银票。林掌柜，你可以去准备契约了。花老板契约我早就准备好了，只要你愿意跟我们书坊合作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们这话本只卖你一家。林掌柜考虑的周到，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。好。林宇，你的账都算了快大半天了，还没有算出个所以然吗？这也太多了，怎么算都算不完。也正常，咱们这生意做得这么大，钱多算不清也是正常的。
别着急，慢慢算。林兄，哎，文远兄，你怎么来了？是云化县的生意出什么问题了吗？林兄，我可算见到你了。你放心，云化县的生意一切都好。我这是好不容易有了空闲，所以就进京来看看你。哎，你这突然过来也不打声招呼，我还以为是书坊的生意出了什么问题。有皇家给咱们书坊做后台，能出什么事啊？对了，林兄，我这段时间去各地看了看，咱们书坊在各地生意相当的火爆，诗刊和小说都卖得脱销了。还有那个唱戏的花老板，他现在可是借着你的东风飞起来了，就连戏院都成大夏第一了。那是当然，花老板戏院用的是林雨写的话本，能成为大夏第一也不稀奇。哎，行了，都别吹嘘我了，都是大家一起的功劳。怎么能叫吹嘘呢，林兄？你现在可是大夏最富可敌国的存在，整个大夏找不到第二个比你有钱的了。我这就成了大夏首富了呀！太好了，林雨，你可真厉害！圣旨到，圣旨到。林大人，陛下说了，没有外人就不用跪了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林雨才智过人，经营临济书坊有方，助力大夏繁荣昌盛，今特封为正一品鸿胪四卿，赐为第一皇商，赏黄金10000两。另朕闻林雨与永宁情投意合，特赐婚于二人，则良辰吉日完婚，钦此。林某，谢主隆恩。林雨，太好了！林兄，从今往后，你是大夏首富，可是要变成全才双绝的传奇了。